要穿越，要成为太子妃的叶芷云被大秦战神当场抢婚。传闻这位战神性情残暴，不近女色，等等不近女色，叶芷云瞬间坐不住了。自此，叶芷云开始了1000个逃婚小秘诀。王爷不好了，王妃把您的虎符扔湖里了。王爷头也不抬，派人多做几个，让王妃扔着玩。王妃把太子府烧了。王爷兴致盎然，去帮王妃加把火。王爷不好了，王妃要跟南清9王爷踏青。王爷瞬间脸色大变，备下，快备下！叶芷云本是神鹰小队的特种兵女战神，却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意外穿到了古代。当她意识回归的那一刻，她发现她身穿一身红衣，躺在了婚礼现场的大厅之上，而旁边还跪着一位哭哭啼啼的少女。妹妹，你怎么这么傻？能嫁给太子是你一辈子的福气，你怎么能一杯毒酒就自尽了呢？叶芷云刚想要睁眼起身，一段不属于她的记忆瞬间充斥到她的脑海。叶芷云，大秦国文博侯府的嫡大小姐，母亲在生她的时候难产而死，父亲也对她不闻不问。虽身为嫡出小姐，却胆小怕事、软弱无能，更是在私底下受尽文博侯府庶出大小姐叶芷静的欺凌，甚至如今还惨遭叶芷静毒手。今日正月15元宵，是她与当朝太子莫尘羽的大婚之日，这桩亲事乃是皇帝亲赐，然而原主却在跟太子拜堂之时暴毙当场。原因就是在迎亲之时，叶芷静以关心的名义给叶芷云端来的一碗汤。了解前因后果后的叶芷云瞬间怒从心生，身为特种兵的她从没有受过如此窝囊气，当即拍地而起。你没死，快叫太医！妹妹没死，她还活着。眼看这位绿茶还想表演，叶芷云不管3七21上去就是一套金体拳。叶芷静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向弱不禁风的叶芷云竟然活了过来，而且还敢当着皇上的面动起了手，甚至就连太子也看傻了眼。不过看到自己喜欢的白月光竟然被叶芷云暴揍，瞬间大怒：你这个毒货，在大婚之日饮酒自尽，已是罪大恶极。进而那么担心你不仅不知恩图报，还以怨报德。来人，给本太子把这个毒妇押入大牢。此时的叶芷云打得正爽，心中的怒气刚刚释放，但听到眼前这名太子一顿乱喝，顿时血压就上来了。本小姐堂堂天一小队女战神，当年拳打进老院，脚踹幼儿园，如今被下毒毒死不说，而且还要被人骂作毒妇，真是老虎不发威，真当老娘是病猫啊！正当叶芷云要发作的时候，就听见上座的皇后喝了一声：叶小姐，今日是你与我儿的大婚之日，你竟闹了这么一出，便是免了你的死罪，也要受牢狱之灾。来年在你将成为本宫的儿媳，本宫可以网开一面。既然你现在没什么大碍，就赶紧拜堂，免得误了吉时。太子还想说什么，却被皇后一个眼神瞪了回来。叶芷云则是冷笑一声，她中毒差点身死当场，皇后不管不问，还硬要她拜堂，随即当场就开口道：太子非臣女中意之人，臣女要退婚。此话一出，婚堂顿时一片诧异之声，帝后的脸色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黑了下来。什么？他居然敢退婚，是不要命了吗？他是什么人？太子殿下是什么人？居然敢在帝后面前退婚？他有什么资格？叶芷云，别以为本宫对你宽仁，你就可以在这里胡言乱语。就算要退婚，也是本太子不要你，何时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从叶芷云穿越到太子和皇后的威胁，虽然仅只过去了几分钟，但是作为一个现代人，而且还是经常看宫廷小说的叶芷云，分分钟就看清楚了这背后的真相。太子原本是喜欢自己那位姐姐，结果被皇后乱点鸳鸯谱，恼羞成怒的太子不敢对皇后动怒，于是便联合自己的姐姐谋害了自己。如果不是自己刚好穿越过来，或许原主不仅会不明不白的死去，而且还要背负抗旨不遵的骂名。叶芷云冷笑一声，看着躺在太子怀里的叶芷晴，随即嘲讽道：既然太子殿下钟情这位绿茶，那我便成全你们了。太子被他的话气得一噎，心底一狠，转眼就跪向帝后。父皇母后，叶芷云在大婚之日饮酒自尽，此乃抗旨不遵，藐视皇威，以下犯上，数罪并齐。而臣提议将叶芷云关押大牢，听后发落。上座的皇帝老谋酝酿着风暴，一开口便让全场肃静。叶芷云，你可知罪？臣女有何罪？听到叶芷云还敢顶嘴，皇帝顿时龙颜大怒。来人，将他押下去。妹妹，你快认罪吧，我会在皇上与太子面前为你求情的，皇上宽宏大量，定会饶恕你的。就在此时的叶芷静还想着表演一波什么叫姐妹情深，但叶芷云可不是什么善茬，而且早已看穿了她的戏码，随即就抓住她的手当场扭断。叶芷云，你在干什么？来人，还不快将他拿下！叶芷云看着围过来的士兵，心头一笑，顺势将一名士兵做掉，抢下他的佩刀，转身就给太子表演了一个什么叫百花。护驾，快护驾！叶芷云，你想干什么？本殿下可是太子。昏堂，皇后吓得脸色顿时惨如白纸，皇帝更是瞪得一对老谋浑圆。叶芷云，你胆大妄为，意图谋反，还以为能活着离开太子府？我不在乎。叶芷云笑着，弯刀突然改了方向，指着太子怀中的叶芷静。叶芷静顿时面露惊恐。妹妹，我是你姐姐啊，别杀我！
杀你那就太便宜你了。只见叶芷云手起刀落在叶芷静脸上狠狠划了几刀，彻底让她破了相才收了手。我向来有仇必报，叶芷静，你以前对我做过的那些事，从即刻起我会加倍奉还给你。本王不过来迟了片刻，竟错过了这般有趣的事。叶芷云听到声音转过头来，记忆在脑海中瞬间涌现。战王莫尘渊，大秦国的冷面战神。传闻因莫尘渊常年征战的关系，冷血残暴，蛮横专制，京城百姓人人闻之胆颤，却因他武艺过人，功不可没，就连皇上都拿他没有办法。这些人都是你一个人解决的？莫尘渊看着躺在地上的这些士兵，有些吃惊，还有些疑惑。而叶芷云看着面前这个男人，不知他有什么目的，不过他不在乎。如今的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任人欺凌的叶芷云了。是又如何？今日是叶小姐大婚之日，何必这样大动干戈？叶芷云听到这话有些生气，明明他才是那个受害者，怎么如今反倒质问起他来了？明明是他们先动的手。哼！放肆！战王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他拿下！老皇帝看着他们一人一句不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心头大为生气。而莫尘渊则是直接无视这老登，眸光依旧一瞬不瞬地落在叶芷云身上。叶小姐该知道，犯下这等事，你也逃不掉。即便如此，我也不愿成为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此话一出，莫尘渊唇角的勾起的笑容更甚。这时他才起了细细打量他的兴趣，于是便慢步向前靠去。而叶芷云心脏不觉绷紧，直觉告诉他眼前的男人非常危险。顿时他便想起有句话叫做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随即他就举起手中弯刀直击莫尘渊的门面。然而就在刀锋要碰到他的那一刻，莫尘渊抬手轻轻一扣，咣当一声脆响，叶芷云手中的弯刀就掉在了地上。叶芷云眸眼一沉，抬脚猛攻莫尘渊的腰腹。莫尘渊轻出一声沉笑，大手一握，便擒住了他的小腿。叶芷云咬牙，还没来得及抽身，便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转眼被莫尘渊横抱了起来。你干什么？放我下来！昏堂的众人看到这一幕，满脸震惊，就连皇帝都不可思议地睁大眼睛，诧异地看着这一幕。他们从未见过战王与哪个女子这般亲密。莫尘渊无视叶芷云的挣扎，将她死死地擒在怀里，对太子笑道：既然太子不愿娶叶小姐，那叶小姐本王便带走了。莫尘渊一语就把他的想法说了出来。虽然不清楚他要带走叶芷云做什么，但是当着皇帝的面抢太子的亲，这何止是不把他皇帝放在眼里，这简直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呀！放肆！战王，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战王，叶芷云当众行凶，罪不可赦，你这是要包庇他？面对皇帝和皇后这对夫妻的质问，莫尘渊不但不惧，甚至当场还给对了回去。是又如何？逆子，你是想反了不成？我大秦皇室绝不允许出现这等荒唐之事，来人，把他们给朕抓起来！然而莫尘渊则是轻轻一笑，哼，开玩笑，他可是堂堂战王，岂是几个虾兵蟹将就能抓起来？你这个逆子，当真以为朕拿你没有办法？莫尘渊无视老皇帝的怒气，抱着叶芷云毫无顾忌地走向门口。莫尘渊，今日你敢出这个门，朕定不饶你！父皇何必动怒？明日本王会将莫龙军军服奉上。一旦激起千层浪，莫尘渊话刚落，顿时让昏堂的众人炸开了锅。战王这是要上交莫龙军军服，这难道是为了叶芷云那个废物？咋可能？战王就是在荒唐，也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吧？众位皇亲与大臣议论纷纷，就连上一秒还在震怒的乐帝，此时都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莫龙军是莫尘渊亲手编制的军队，就连远离战场的百姓都有所耳闻。莫龙军几乎无人能敌，所向披靡。就是这样一支军队，让皇帝垂涎之余又日夜防备。他曾多次暗示莫尘渊上交兵符，却迟迟得不到答复。乐帝的怒气在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怔怔地看着莫尘渊远离的背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神情之间除了兴奋，还有满眼的疑虑。可以将我放下来了吗？哼！叶小姐莫不是要逃婚？逃婚？叶芷云有点没听明白莫尘渊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是现在已经逃婚了吗？不对，是被这个家伙抢婚了。快放我下来，否则我对你不客气。本王倒想看看叶小姐还有什么本事。叶小姐难道不知，从本王走出那道门开始，叶小姐便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到底想干什么？莫尘渊笑着看着怀里的叶芷云，到嘴的鸭子怎么让它飞了呢？大红喜袍已披身，哪还有脱下的道理？多，现在就跟本王到战王府拜堂成亲。什么？叶芷云惊讶地看着莫尘渊，简直要被气懵了。刚解决一个，怎么又来一个？这婚不结不行了是吧？吵闹间，莫尘渊已经走到了太子府门口，门口停着一辆庄严的沉香木马车，驾车的侍卫看到莫尘渊抱着一个女子出来，惊讶地张大嘴巴。王爷怀里居然抱了一个女子，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王爷，您这是？
本王今日成亲。青木一听直接就懵了，今日成亲。不过青木转眼反应过来，神情满是欣喜。太好了，平日里王爷身边别说是女人，连只母鸡都进不得身。要不是我是王爷的贴身侍卫，我都要怀疑京城的传闻是真的了。王爷您等着，属下马上让人准备起来。他急忙派人到战王府传信，让战王府的人赶紧准备起来。倒是叶芷云被气得无语，想走又被堵。王爷，你这未免也太草率了吧！臣女好歹也是文博侯府的嫡出之女，就是不受宠，王爷要娶臣女也该三媒六聘吧？王爷这般与山匪抢亲有何区别？莫尘渊闻言，眉头微皱，思考般的沉道：“叶小姐说的有理。”叶芷云神情一喜，看着莫尘渊。他还挺好讲话的嘛。既然这样，那臣女就先回府，待王爷下了聘，择了吉日，再来迎臣女进府不迟。叶芷云明白京城皇权就是个是非之地，留在这里他怕是没几天好日子过。等他一走，他就离开京城，远走高飞，从此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就在叶芷云还在处于幻想之时，马车突然猛地晃动了一下，叶芷云猝不及防地摔进莫尘渊怀里，莫尘渊顺手一抱，两人的身体贴了个紧实。要穿越，要成为太子妃的叶芷云被大秦战神当场抢婚。而被掳走的叶芷云就在此时也才发现，此刻的他真是刚出虎穴，又入狼口。哼，本以为本王着急了，没想到叶小姐比本王还急。此话一出，叶芷云的脸蛋就更红了，挣扎着就要起来，却发现莫尘渊环着他的大手又紧了紧。战王这般非礼臣女，就不觉得羞耻吗？青木，王妃放心，属下已经派人将聘礼送去文博侯府了。如今王妃已是王爷明媒正娶的妻子。你驾好你的车。叶芷云在太子府上闹退婚，原想最坏的结果就是被关大牢。他若进了大牢，他有10000种方法从大牢逃脱。可碰上个这么粘人的王爷，一时间竟没了法子。莫尘渊不好惹，他有种直觉，战王府定比大牢还要森严。叶芷云拼命的在莫尘渊身上反抗，却没想到这一反抗反而扰得莫尘渊心猿意马。爱妃淘气，本王倒不介意先洞房后拜堂。叶芷云不敢相信的睁大眼睛，还没反应过来，就见莫尘渊已倾身而上，如同盯猎物一般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叶芷云别过脸，心脏在此刻砰砰砰的跳得飞快。就在莫尘渊要吻上他的那一刻，叶芷云瞳孔忽而闪过一抹青光，被擒住的小手忽而凭空祭出一把军事刀，朝莫尘渊手腕狠狠一划。莫尘渊眉头一拧，只觉手腕传来一股刺痛，趁着放松的空隙，叶芷云迅速挣脱前置，从他怀里溜了出来。他靠在车壁上喘着粗气，警惕之余不敢相信的瞪大眼睛，在21世纪绑定在他身上的武器实验系统居然跟着他穿越了。莫尘渊则是不可思议的看向叶芷云，捂着流血的手腕。叶芷云反应过来，用军事刀指着他，放我走，否则对你不客气。莫尘渊咬牙，露出一抹阴冷的沉笑。他一把抓住叶芷云，反手就将他按在车壁上。行刺本王乃是死罪，但本王仁慈，给你2个选择，要么与本王成亲，要么……哼！冰冷的眼神，不容置疑的语气，周身的杀戮让叶芷云不敢轻举妄动。他能感觉到莫尘渊绝对是言出必行的人，可是为什么他虽是文博侯之女，却不受宠，一点背景都没有？他为什么那么执着的要娶她？良久，叶芷云才抿唇应道：“我嫁就是。”哼！叶芷云明白，莫尘渊可是大秦的战神，对他来说，他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几次反抗，他都不是对手。既然斗不过，那就只好把他先稳住再说。唉。就这样，被莫尘渊教训了一番的叶芷云只好安安分分的跟莫尘渊拜堂成亲。芷云一身喜袍未褪，趁着莫尘渊的一身玄袍，竟别有一番意境。两人齐齐攻守，神奇的是莫尘渊的眸中阴历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虔诚。送入洞房。既已拜堂，爱妃当知接下来本王要做什么？干什么？当然是洞房了。叶芷云顿时睁大了眼睛，赶忙捂紧身上的衣服。等一下，还没喝交杯酒呢，是良宵，岂能没有美酒作伴？王爷说是不是？爱妃说的极是。莫尘渊说完，大手一挥，桌上一杯合景酒转眼被他握在手中。叶芷云一惊，好家伙，隔空取物都来了！还没反应过来，就见莫尘渊已经仰头将合景酒喝下。王爷，咱们不是应该要交？还没说完，叶芷云的唇猛地就被莫尘渊堵上，随即感觉有股暖流从口注入，不是合景酒那浓烈的酒香，而是一股清新的茶香。突然，莫尘渊感觉舌头猛地刺痛了一下，放开叶芷云，便见他唇角一丝血迹溢出。这是你第2次伤了本王。叶芷云此时面红耳赤，气急地瞪着他。然而话才出口，忽而愣了一下。你给我喝的是什么？叶芷云知道这是因为原主喝下毒药的缘故。虽然他没事，可毒已侵入这具身体的5脏6腑，所以刚刚莫尘渊给他喝的不是酒，而是解药。你不会真的以为本王要对你做什么吧？太瘦，本王提不起胃口。
没等他说话，莫尘渊旋袍一拂，转身便要离开。叶芷云咬牙切齿，不服输地朝着他的背影挺了挺小身板。然而莫尘渊刚好转身，将这一幕收进眼底，叶芷云顿时又怂了，连忙护住前胸。莫尘渊勾出一抹邪笑，待爱妃养好身子，等忙再来与爱妃共度良宵。嘿，流氓！随着莫尘渊的离开，两个婢女从门外进来，说是来伺候叶芷云这位娘娘的。但叶芷云明白，这两个婢女分明是来监视她的，随即便让他们退下。皇权之地，是非繁多，她一个现代人，不懂古代的规章制度，更不懂这个时代严苛的礼仪，稍有不慎就会命丧黄泉。想罢，他意念一动，绑定在他身上的系统顿时打开，只见里面除了一把军事刀，还有一把狙击枪，这就是21世纪的武器实验系统。原本设定的是里面会有上百乃至上千种武器，可因为是初开发阶段，很多数据都不稳定，最后造出来却只有一把军事刀跟一架狙击枪，而且这狙击枪还没有子弹。想要子弹，就需要叶芷云去做好事，做一件好事就会得到1枚子弹。他从系统拿出军事刀藏进袖中，在这里多留1日，危险就会多1分，所以今晚他就要逃出战王府。混账！嫁给太子有什么不好？叶芷云竟敢服毒抗旨，如今竟还公然退婚，跑去勾引战王，简直恬不知耻！文伯侯头疼的闭了闭眼睛，恨不得叶芷云马上去死，眼不见为净。就在这时，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人鬼哭儿狼嚎的跑进来。老爷，你要为静儿做主啊！静儿的脸都被那贱人给毁了。静儿可是太子殿下喜欢的人啊，那个贱人怎么敢这样对静儿？文伯侯本就气怒，一听这话更是火上浇油。那个混账简直岂有此理！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文伯侯的土管家刚好从门外进来，立即上前阻拦。侯爷使不得啊！方才下人来报，叶芷云已经跟战王拜堂成亲，如今她已经是战王妃了。侯爷这般贸然前去问罪，只怕会适得其反啊！什么？战王真的娶了那个废物？怎么可能？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勾搭上战王的？他眼里究竟还有没有我这个爹？皇上呢？皇上就没说什么？皇上也拦不住啊！战王为了带走叶芷云，将手上的墨龙驹军服都上交了。文伯侯顿时一个踉跄，满眼震惊。就在这时，又一个下人匆匆忙忙跑进来。老爷，战王府的人来了，还抬了好多聘礼过来。老爷，这要怎么办？文伯侯错愕地张着嘴巴，若刚刚还是半信半疑，那现在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战王妃有什么了不起的？等静儿进了太子府，那就是太子妃了。老爷，您不能就这样放过那个贱人啊！侯爷这话是什么意思？是看不起我战王府吗？文伯侯一看来人，顿时打了个激灵，忙上前恭迎道：“统领大人见笑。那人口无遮拦，不会说话，还望大人恕罪。”来人是战王府的侍卫统领萧敏。论地位，即便是文伯侯要比一个统领高，但奈何人家是战王府的人，战王是什么人？岂能是他一个小小的侯爷能得罪的？侯爷，别怪在下没有提醒你，话就算不是从你口中说出，也是从你文伯侯府里传出去的。侯爷，话从口出，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文伯侯一听这话，便感觉大事不妙，忙让人把柳姨娘给送走。但是他的这个小妾却是个没有眼色的主，张口就反驳道：“老爷，妾身犯了什么错？妾身说的是事实啊，静儿还等着您给她做主啊！”文伯侯一听到这话，脑袋便突突直跳，赶忙吼道：“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她拉下去！”看到来人把柳姨娘给拖走了，这时他才暗暗抹了把汗，恭敬地陪笑道：“让萧统领见笑了。”萧明则是嗤笑一声，堂堂一个侯爷，连自己的小妾都管不了，看来这个侯爷也不怎么样啊。侯爷客气了，在下今日来的目的，想必侯爷不会不知道吧？叶芷云被娶进战王府的消息都传遍了京城，现在萧明又带着聘礼到他们府上，文伯侯用脑子想都知道是为什么事，于是便战战兢兢地回复道：“小女承蒙战王厚爱，是他的福气。”哼，客套话就免了吧。说完便一抬手，府外登时抬进一台台的聘礼，不一会儿就占满了整个前院。文伯侯看的眼睛都直了，在他眼里叶芷云就是个废物，一个废物能换这么多聘礼，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值的买卖。然而他嘴脸刚刚露出来，就被侍卫统领看了个透彻。侯爷可别高兴得太早了，在下来府上除了送聘礼，还有另一个差事。哼，萧统领请讲。如今叶小姐已经嫁入我们王府，从今日起，她便是战王妃，聘礼在下已经给侯爷送过来了。敢问侯爷给咱们王妃的嫁妆什么时候送过去？此话一出，文伯侯的心脏咯噔一下，他只想过把叶芷云嫁出去，换来那金银珠宝和地位，却从未想过还要往里贴钱。王妃娘娘此前不受太子爱戴，侯爷免去嫁妆，没人追究那就罢了。可如今娘娘进了我们战王府，便是与咱们王爷平起平坐的存在。堂堂战王妃出嫁，怎么能连一件嫁妆都没有？侯爷，难道你是看不起我们战王府吗？文伯侯一听，顿时心就慌了，哪怕此时没嫁妆也得说有啊。
不然怎么跟战王府交代？不，乔萧统领说的什么话？其实叶芷云不，王妃娘娘的嫁妆早就备好了，只因出嫁时发生了许多事，没来得及送出去。这样，萧统领这样奔波，怕是累了，请萧统领先行回府，稍后本侯就把嫁妆送去战王府，你看如何？萧统领睨了他一眼，倒也没有继续为难他这个文伯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如此甚好，只不过待侯爷把嫁妆送去战王府，怕已是日落黄昏，扰了王爷与王妃的好事。那我明日一早就把嫁妆送去，绝不耽误王爷与王妃。萧明闻言满意的点了点头，又补充了一句：对了，侯爷，你可要记住，叶小姐如今是战王妃，嫁妆的牌面可不能小了。说完，萧明竟袍一拂，不下声风似的离开了。文伯侯心里窝着火，可明面上却不得不应承着他的话。他从前一直不待见这个女儿，如今他飞上枝头变凤凰，只怕日后不会轻易放过文伯侯府。看来只能盼着太子能早些将静儿娶进太子府了。想罢便吩咐下人准备嫁妆，同时还派人太子府说大小姐伤情严重，急需照太医医治，让太子挂念着叶芷静。婚房之中，叶芷云正躺在床上休息，直到深更半夜，那双凌厉的眸子猛然睁开，转眼就从床上翻身而起，唇角勾着一抹势在必得的笑意。嘿嘿，夜黑风高，逃婚夜。不到一会儿的功夫，叶芷云就从后门离开了院里。王府的府兵3步1岗5步1哨，当真比皇宫还森严。不仅有府兵，还有巡逻的侍卫。而叶芷云还看到王府的暗处还布了不少暗卫。叶芷云顺利躲过王府的众多眼线，然而大门与后门都有府兵把守。叶芷云没有办法，盯准了王府府墙旁的一棵歪脖子树，手一攀，腿一蹬，就爬上去了。他小腿一迈，就要从树干跳到府墙上。王妃娘娘，您这在干什么呢？叶芷云被吓了一跳，小脚踩了个空，眼见就要从树上掉下去。青木忙将他扶住。叶芷云心有余悸地抱着树干，不敢相信地瞪圆了眼睛。你从哪里冒出来的？属下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过来了，没想到原来是王妃。王妃这是要去哪呀？叶芷云听到青木的询问，有些许心慌，但更多的是吃惊。刚才明明还一个人都看不见的，这会就突然出现了，难不成这些高手都会轻功？看见青木逐渐起疑，叶芷云忙收回心绪。今天月色不错，我出来赏月，哈哈，可不能被莫成渊知道，要不小命就保不住了。青木则是似懂非懂的看了一眼月亮。娘娘竟有如此雅兴，属下现在就去禀报王爷，让王爷来陪娘娘。不用，我赏完了，现在有些困了，我要回房睡觉了，你就不要去打扰王爷了。说完，就从书上一跃而下，欲哭无泪的走了。第一次逃婚失败。王爷如何？王妃身手了得，竟躲过了众多巡逻的府兵与侍卫，就是隐藏在暗处的暗卫，王妃竟也避开了。不仅如此，属下本欲提前将娘娘截住，却几次都扑了个空，不得已才在最后出手。莫尘渊有些疑惑，开始对叶芷云产生一丝好奇。这个叶芷云看上去远远没有明面上的那么简单。京城盛传文伯侯府狄大小姐胆小懦弱，软弱无能，为何会有这般了得的身手？去查关于她的一切，本王都要知道。青木应了一声，他没想那么多，只觉得王爷对王妃这么上心，定是极喜欢才这样的。翌日，叶芷云被一阵吵闹声吵醒，询问了婢女，才明白是文伯侯府差人送来了嫁妆，于是赶忙跑去王府正堂。叶芷云看着这些一箱箱的奖状，嘴巴张得老大，只听见礼服一件一件的给他介绍。那些头面不错，直接让人送到我房中来，我一会儿要用。叶芷云说完便回到屋里去。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昨晚偷溜不成，那今日他就光明正大的从王府大门口出去。昨天莫尘渊说要今日奉上兵符，想必现在已经进宫了。既然他不在，正是他离开战王府的好时机。礼服差人送来的头面也早就到了，他将这些金饰一股脑全插到头上，这些饰品可以换不少钱呢。叶芷云气势全开，走出大门。然而没想到，他才走下府门前的台阶，就差点被一辆疾驰而来的马车撞翻。谁这么眼瞎开车，连路都不？话才骂到一半，叶芷云的声音戛然而止。青木从马车上下来，微笑地躬了一手。属下参见娘娘。你怎么在这？你不是跟王爷进宫了吗？谁说本王进宫了？虽然有系统的加持和现代人的思维想法，但是在强大的武力面前，叶芷云最终还是以多次逃婚失败而告终。而这一次，叶芷云又想出了一个逃跑的妙计，可是出逃不成，却发现了战王的软肋。接上集搜刮完文伯侯府送来的嫁妆后，叶芷云满头金银珠宝，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出战王府。可刚出门，就再次被战王逮个正着。你不是进宫了吗？哟呵！哼，谁说本王进宫了？倒是爱妃，这般盛装是想去哪？叶芷云被盯得心虚，却又不想就此认输，睁大眼睛便又瞪了回去。哼！
王府无聊，想出府走走罢了。哦，既是这样，正好本王要带爱妃去一个地方。说完，也不等叶芷云回答，战王当即再次抱住叶芷云飞身而起，朝着皇宫某个地方飞去。叶芷云被吓得赶紧抱住战王的脖子，紧闭着双眼，颤抖地说道：“你放我下来，我恐高。”而战王并没有被叶芷云的话停下，反而越飞越快，脸上的笑意也越来越高。等叶芷云展开凯姿兰黛的大眼睛，他发现此刻竟然来到的是皇宫中的一处宫殿。冷宫。这时，一个女子从冷宫宫殿缓缓走出，一看到莫尘渊，眼里满是惊喜，激动地唤了声“渊儿”。母妃。叶芷云心里惊了一下，学着莫尘渊的样子扶了个礼。参见母妃。见叶芷云也唤母妃，莫尘渊心中有些开心，朝她看了一眼。好孩子，你跟渊儿的事我都听说了，着实是委屈你了。好孩子，快来，今日正巧，我做了可口的点心，快来吃些。安贵人说完便去拿点心，只留下尴尬的叶芷云和一脸坏笑的莫尘渊。要见你母妃怎么不早说，害我什么礼物都没带。爱妃能这般重视本王的母妃，本王甚是高兴。叶芷云听了有些无语。再怎么说她亦是长辈好不好，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话说你母妃几岁了？看上去好年轻啊。我哪里年轻了？云儿嘴甜，管挑些好话让我听着了开心。安贵人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叶芷云身后，手里还端了不少点心。叶芷云身体一僵，忙说道：“母妃，儿臣说的都是实话。第一眼见母妃时，还以为是哪个未出阁的女子呢。”安贵人笑意嫣然地看着叶芷云，怎么看怎么喜欢，轻声催促道：“你这孩子心地当真是好，怪不得渊儿要看上你。快趁热吃吧，凉了味道就不好了。”谢谢母妃。其实昨天到现在，叶芷云都没吃多少东西，满脑子都想着怎么逃跑去了。安贵人做的点心确实可口，莫尘渊见他吃的跟个小松鼠般欢脱，不禁打趣：“这般个吃法，想来爱妃的身子不出几日便能养好。”叶芷云心脏咯噔一下，莫尘渊那句等爱妃养好身子，再来共度良宵的话不禁在脑海回响，脸色微红的瞪了他一眼：“要你管！”哼！渊儿，云儿爱吃，便让她多吃些，总好过你每次来，不是嫌点心太甜，就是嫌点心太淡，一点也不让我省心。顿了顿，又板着脸嘱咐：“还有，既然你娶了云儿，便对她好些。这孩子人好心肠好，你若辜负了她，我定饶不了你。”叶芷云被这话呛得猛咳2声，他是被莫尘渊抢来的呀，他根本没打算跟他成亲的呀，他还计划着要离开王府呢。莫尘渊看着稍显狼狈的叶芷云，心情莫名的好，唇角一勾就沉道：“母妃教训的是，儿臣定会好好调理云儿的身子。”叶芷云很厌一抹口水，调理不会是借着调理的名义捉弄他吧？叶芷云暗暗瞪了他一眼，莫尘渊恍若未见，唇角的笑容却更甚了。安贵人见两人眉来眼去的，心底别提有多开心。他这儿子实在是太木讷了，脾气又怪又不好相处，真怕他直到老死都找不到喜欢的人。想着也不打算打扰他们两个，说道：“渊儿，你在这好好陪着云儿哈，我看这也快到午时了，母妃到菜园子择些菜，给你们做午膳。”叶芷云张了张嘴，不是吃完点心就能回去了吗？他忙拦了拦安贵人。母妃不用客气的，儿臣跟王爷回。母妃厨艺精湛，爱妃昨日就跟本王说想要尝尝，只是要劳烦母妃了。叶芷云话还没说完，莫尘渊就笑着打断道：“当真？那云儿等着，母妃今日定多做几个菜，让你一饱口福。”说完，兴致冲冲的就出去了。叶芷云无语的冲莫尘渊小声道：“莫尘渊，你到底想干什么？”爱妃可是觉得哪里不妥？叶芷云指着莫尘渊，却什么都反驳不出来。噎了半晌，叶芷云气得一跺脚：“哼，算你狠！”说着转身就准备离开。爱妃是要去哪？去给我亲爱的王爷做午膳。三人用完午膳，便已是下午时分。莫尘渊跟叶芷云这才打道回府。叶芷云尽量不去看莫尘渊，莫尘渊也不说话。马车之内一片寂静，直到许久，莫尘渊陈词的声音才缓缓响起：“明日便是3朝回门，爱妃可想好要带什么回门礼？”回门。叶芷云心累，他根本没想过要回门，况且文伯侯待他不善，回去肯定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看。正想回绝，然而一回眸，却见莫尘渊倚在车窗前，长眸看向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神情深沉而安静。从见到莫尘渊第一眼开始，他便觉得这个男人狂妄而高傲，永远的不可一世。他的这个样子，他从未见过。一时间，要说出口的话就噎在了口中。臣妾要回去想想。哟呵，臣妾，爱妃还是第一次以臣妾自称，本王可否认为爱妃已经承认了自己诈王妃的身份？叶芷云语凝，果然，他就不该同情这个无赖。马车又恢复了寂静，一路无话。
回到战王府，叶芷云今日逃跑失败，似乎没有多大的沮丧。他满脑子都是莫尘渊与安贵人离别时的神情。安贵人身子肯定不好，可能是得了什么病，常年需要药物维持的那种，于是便唤来那婢女小绿。你知不知道王爷母妃的事？娘娘是想问安贵人的事吗？叶芷云点了点头。你知道。娘娘您想问什么？叶芷云招招手，小绿便凑近了些。只见叶芷云将声音压低，比如说安贵人怎么会住在冷宫里啊？还有，我听说皇上的妃子生了孩子便能晋升位分，怎么王爷的母妃位分这么低，只是个贵人？小绿一听就笑了，回道：娘娘有所不知，其实王爷的母妃乃宫女出身，是因皇上年轻时喝醉了酒，迷糊之中与安贵人有了肌肤之亲，才做了皇上的妃子。因为是宫女出身，所以皇上才不待见安贵人吗？娘娘猜得不错，皇上酒醉之后，误以为安贵人趁着他醉酒勾引于他，一怒之下便要将安贵人处死。只是那时安贵人苦苦求情，又因容貌倾城，皇上究竟是动了恻隐之心，下令将安贵人终身囚禁冷宫之中。叶芷云闻言暗暗冷笑，帝王果然是最无情的那个。小绿继续说道：那时安贵人还不是贵人，后来安贵人怀了龙胎，在冷宫生下王爷，皇上知道后才封了贵人，赐封号为安，只是也仅此而已。安贵人依旧不能迈出冷宫半步，就是当时还年幼的王爷，皇上也不曾去冷宫看过一眼。叶芷云翻了个白眼，真是讽刺。赐封号为安，意思就是要安贵人安安分分，不许违逆吗？娘娘，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奴婢定之无不言，言无不尽。你看起来挺高兴啊。因为娘娘总是一副冷清的模样，今日娘娘还是第一次与奴婢说这么多话。叶芷云语噎，因为总想着离开，所以就不希望跟这里的人建立太多的感情。对了，娘娘，明日的回门礼您想好要带什么了吗？回门礼，如果可以的话，他可不想白白便宜文伯侯。不过说到回门，他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说不定他可以借回门的机会逃离战王府。这样一想，回门这件事一下就变得美好起来了。嘿嘿，唉，我到底该怎么逃走呢？有了。不对劲，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今天是叶芷云被战王抢婚后的第3天，按照秦朝的传统，3天后就是新娘回门之日，而今天也是一个逃婚的绝佳机会。越想越高兴的叶芷云情不自禁的大笑了起来。就在这时，战王突然出现在了叶芷云的身后，吓了他一激灵。傻笑什么呢？今天是你回门的日子，还不去准备一番？如今你是我的女人，你以前受过的委屈，本王全帮你讨回来。虽然叶芷云一直想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可是战王的一番话却让他稍微有点动摇的想法，甚至还出现了心动的感觉。个鬼啊！我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想法？太可怕了！我可是要逃婚的。虽然叶芷云还是坚定着逃婚的想法，可是对战王的印象也有了改变。不过为了让莫尘渊对他放下戒心，也为了他刚刚说的那一番感动的话，叶决定帮莫尘渊好好改造一番。这样看起来顺眼多了。此刻的莫尘渊已然换上了一套新服饰，发型也进行了改变。从原先那个冰冷无情、气场强大的战王，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位温文尔雅的公子哥。叶芷云十分得意自己的杰作。天哪，这还是我们熟悉的战王吗？100年也不见换一身衣服的战王，咋突然改变性子了？啊，战王好帅！要是跟战王走在一起的是我就好了。别白一做梦了，快去刷你的马桶去。与此同时的文伯侯府，文伯侯根本没想过叶芷云还会回门。等听到下人来禀报的时候，眉头就是一拧。他回来干什么？还嫌我文伯侯府不够丢人吗？去把他轰回去！可是战王陪着叶芷云，不，战王妃一起来了。你他娘的不早说！话落，便火急火燎地朝门口走去。文伯侯赶出来迎接的时候，刚好就见到莫尘渊拉着叶芷云的手，温柔地将她扶下马车。文伯侯看得眼睛都大了，忙上前恭迎道：微臣拜见王爷，不知王爷恭候大驾，有失远迎，望王爷恕罪。微臣已经在府中备好了酒席，王爷快请。文伯侯此刻的态度已经是卑躬屈膝到差点给人抬进去了，可莫尘渊神情却越来越不高兴。侯爷开口闭口就是本王，却未向本王的爱妃行礼，怎么侯爷就这么不待见本王的爱妃，还是根本就看不起我这个王爷？此话一出，文伯侯吓得差点跪下，身体不受控制的抖了抖，忙向叶芷云躬了一手。微臣拜见王妃。叶芷云看着他卑躬屈膝的模样，内心毫无波澜，看了一眼冷清的府门口，笑了笑。今日回门，本妃还以为文伯侯府会热闹些，看来府中的人不怎么希望本妃回来啊。
话落，莫尘渊的眉头又紧了2分，周身气压瞬间变得冰寒，文伯侯脑门都吓出了冷汗。王妃娘娘说笑了，府中上下无人不盼着娘娘您回来。叶芷静也盼着本妃回来，本妃可是把她的脸毁了，该是恨死本妃了吧？怎么会呢？您是静儿的嫡妹，她不过一个庶出，犯了事，娘娘教训她也是应该的，怎么会对娘娘怀恨在心呢？如此甚好。以前叶芷静欺负他的时候，文伯侯不闻不问，如今换了一个身份，重新回到文伯侯府。你再看，谁是君来，谁是臣？王爷、王妃，您看都在门口站半天了，仔细累着，快府里请。莫尘渊不悦地睨了文伯侯一眼，这才扶起叶芷云的细腰，眼神溢着微不可见的柔和，陪他走进了府。眼见莫尘渊跟叶芷云进了府，文伯侯心里那股怒气蹭的一下就窜上脑门。要不是逆女攀上了战王，他何须对他卑躬屈膝的？心里虽是这么想，可面上却只能恭恭敬敬地跟在2人身后，继续狗腿。文伯侯盛情款待了他们，因为文伯侯府如今没有正式夫人，所以此时善堂只有文伯侯、叶芷云跟莫尘渊3人，其他的小妾与庶出是不够资格与他们一起用膳的。王爷，您看这些菜可合您的口味？莫尘渊则是看向叶芷云，爱妃觉得如何？不错，本妃在侯府10几年，可从未吃过这么好的菜。何止是没吃过这么好的菜，他根本连看的都没有。叶芷静见不得原主好，每日将他赶到猪圈与猪同食，对外却还装作对他关心不已的模样。这些文伯侯不可能不知道。看来爱妃从前在文伯侯府过得并不好。不，王爷误会了，娘娘的意思是出嫁几日便开始想念家中的菜肴了。娘娘您说是不是？说完还威胁地朝叶芷云瞪了一眼，叶芷云则是翻了个白眼，忽而一道金光闪过。侯爷说的不错，本妃出嫁不过3天，就对娘家甚是想念，所以本妃决定在府上住上2天。听到这话，刚松了口气的文伯侯顿时猛了一下，就连莫尘渊都蹙起了眉头。怎么，王爷不同意？怎么会？本王陪爱妃一起。叶芷云怎会让他留下打乱自己的计划？忙继续说道：不用，王爷，臣妾有许多计划要跟侯爷说。王爷要是跟臣妾一起住下，恐有许多不便，王爷不会这么不识趣吧？哼！莫尘渊长眸危险地眯了眯，不知道这个小丫头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思量了一番，才勾起唇角。如此，便听爱妃的。微臣定让下人安排最好的院子给娘娘居住，请娘娘放心。文伯侯忙接下句，怕叶芷云再说出什么不利于他的话。叶芷云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与此同时，文伯侯府其中一座院子，你说什么？战王竟然在陪那个废物回门？叶芷静沉眸看着铜镜前还包着绷带的脸，心中的嫉妒越发浓郁，更是对自己用出了自我欺骗这种幻术，意图代替叶芷云。如果不是那个废物毁了我的脸，凭我的姿色，战王绝对不会注意到那个废物，我才是万众瞩目的那个才对。没错，一定是这样。他要住便让他住，看本小姐怎么让他有来无回。我就不信战王会为了一个废物得罪整个文伯侯府。而在叶芷云这边，平伯侯跟叶芷云与莫尘渊吃过饭，便主张带2人参观侯府，意图巴结上莫尘渊。可莫尘渊理都没理他，眸光依旧一瞬不瞬地落在叶芷云身上。爱妃怕是累了，也罢，本王稍后还有事要处理，便在此与爱妃别过。明日一早，本王便会亲自来接爱妃。明日？爱妃不愿意？愿意，明日便明日。算了，一晚上就一晚上，足够我离开京城了。但是这个莫尘渊在我身边，我就浑身不自在，感觉像是被监视了似的。这次可算把他支开了。这丫头心思真好猜。此时的这2个人各怀鬼胎，一个意图晚上偷偷离开，一个发现他的意图却也不拆穿，就等着晚上看好戏。等叶芷云成功送走莫尘渊，却发现平伯侯站在台阶上，意有所指的嗨嗨2声。娘娘，本侯劝你一句，即使你已经是战王妃，也别忘了本侯是你的亲生父亲。本侯养你10几年，你可不能转眼就忘了本侯对你的恩情。不管怎么说，本侯如今跪下。文伯侯话未说完，便听到叶芷云语出惊人，顿时心头一怒，别以为你嫁进了战王府，就真当自己是皇亲国戚了。文伯侯见本妃拒不行礼，以下犯上，出口不逊，更威胁本妃，如此大逆不道，本妃若不惩罚，实是天理难容。对，你还真敢！跪下！明明是淡淡的语气，却透着不容抗拒的威仪。文伯侯心脏猛地一颤，吓得当场扑通一声就跪下。叶芷云满意的勾了勾唇，居高临下的看着文伯侯，轻笑道：以前侯爷怎么对本妃，本妃以后就怎么孝敬侯爷。毕竟再如何，你也是本妃的爹啊，本妃绝对是知恩图报之人。说完，也不等文伯侯反应，转身就准备进入侯府。
文伯侯跪在大门口，久久未回过神。待反应过来时，突然想起自己可是皇上亲封的侯爷，怎么能怕了自己的一个废物女儿？于是便气怒地站起身子，冲叶芷云的背影大喊一声：“叶芷云，你给我站住！”侯爷，还有什么事吗？没事，今天天气挺好，哈哈。有趣有趣，着实有趣，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不过我倒要看看你今晚能玩出什么花样。莫尘渊终于走了，我终于有机会能够逃走了。我要逃离这个是非之地，我要占山为王，当女土匪，我要打下自己的一片天地。本来已经走了的莫尘渊，此时正在外边阁楼目睹这一切。自从被莫尘渊抢婚后，这已经是第3天了。在这3天内，叶芷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逃婚，可打又打不过，逃也逃不掉。如今借回门之计，终于有机会逃走了，这让叶芷云越想越激动。可得意忘形的她，却早已被莫尘渊洞悉了一切。有趣有趣，第一次见如此有趣的女子，我倒要看看你能折腾出怎样的花样来。另一边，此时的皇上也被急得满头大汗。自从那日莫尘渊在大殿之上公然抢亲，并奉上莫龙君虎符后，皇帝心里就开始忐忑了起来。不为其他，只因莫龙君只要出军，便如出笼猛兽，杀敌勇猛又无畏无惧。更何况莫龙军之中还有5000铁骑精锐，铁骑出征，寸草不生。可就是这样一支军队，现在却成了烫手芋头，谁也不敢承接虎符。皇帝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选择了妥协。来人，去请战王来皇宫议事。此时的莫尘渊正在远远观望着叶芷云，毫不有趣。可一声禀报却打断了莫尘渊思绪。回禀殿下，刚刚下手来报，皇上请殿下去皇宫议事。莫尘渊闻言眉头紧锁，如果此时前去，叶芷云这边难免会有变故。思索片刻后说道：“不去。”这殿下，他好歹也是如今的陛下，你看是不是？侍卫大统领萧明话音还没落，莫尘渊就再次开口道：“不去。”萧明看看远处的叶芷云，再看看现在的王爷，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随后便笑道：“属下明白。王爷，王妃娘娘是属下查到了一些。”莫尘渊锋利的长眸微抬，语气疑惑：“一些？”如传闻那般，王妃在文伯侯府时便软弱无能，胆小无比，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文伯侯此前对王妃并不重视，所以府里的人动辄对她打骂，其中有不少都是叶芷菁授意。萧明每说一句，莫尘渊眸中的阴戾就更甚一层，冰冷的气压让青木忍不住颤抖了一下，随后继续禀告：叶芷菁嫉妒王妃嫡出之位，欺压之时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这些事都很好的被隐藏在侯府之内，期间王妃更从没有反抗过。除了这些，属下便再查不到其他。萧明话音刚落，只见叶芷云一个起身蹦出3丈高，顺利的来到房梁之上，并且还腾转挪一板向四周张望。见四周无人后，又一个侧身，华丽且优雅的翻身落地。这就是你说的柔弱女子胆小怕事。属下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让人再去查。莫尘渊一边用食指瞧着桌子，一边仿佛又在思考着什么。有趣，不用查了。随后莫尘渊修长的手指轻轻拿起一旁的毛笔，行云如流水般的在纸上写了行字：今晚他若有所动作，将这个交给他便可。随后莫尘渊起身便向府中走去，萧明看也没看便折起放到怀中。是。想到叶芷云一会被气得炸毛的模样，莫尘渊心情甚好，嘴角都快撇上了天。晚上，叶芷云几乎是数着时间过的，可能是叶芷云威胁了文伯侯一番的缘故，目前为止都没什么人来找叶芷云的茬。那些以前欺压过他的人，无一不躲他躲得远远的。吃过饭，洗过澡，小绿便在房中细细的给他捶腿。眼见时间差不多了，叶芷云说了一句：“小绿，你下去休息吧，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小绿却摇摇头：“娘娘，您说什么呢？王爷可特意交代过，要奴婢好好守着娘娘，就怕娘娘在这里过得不舒服。”你不会还要守夜吧？小绿点点头：“自然是要的。”说着，眉头忽而就拧了起来，忙欠礼：“可是奴婢哪里伺候的不好？”叶芷云害怕自己的逃跑计划失败，你又伤到小绿的心，当即就开口辩解道：“不是，我睡觉的时候不喜欢别人在旁边守着，你下去吧。”小绿抿唇欲言又止，在战王府娘娘就不喜他们守夜，可战王府安全，文伯侯府怎么能一样？想要说出口，可见叶芷云意已决的模样，最终还是没说什么。府里是的一声便退了下去。眼见小绿情绪低落，叶芷云长叹了一声：“唉。”其实小绿蛮好的，各方面都伺候得仔仔细细，性格也好，要不是怕连累他，真想把他也带走算了。之后叶芷云便躺在床上休息，边休息边算着时辰。待到夜半3更，屋外一片寂静，没有人守着门口，也没有侍卫3步1岗。叶芷云心下欢喜，扛起大包小包就准备离开。虽然他很单，可是对我还是蛮不错的，留个字条感谢他吧。
叶芷云扛着大包小包站在闺房门口，找准方向的一个起身就蹦向房顶，又一个起身刚想要向远方飞去，却突然被人拽了下来。鬼啊！谁？是谁？你给我出来！看着来人是萧明后，叶芷云一边拍着胸口，一边无语的翻了个白眼。萧明，你是要吓死我吗？早知道房顶有人，我还不如从后门溜走呢。娘娘恕罪，莫尘渊派你来监视我？不是，是王爷派属下来给娘娘送些东西。说着，萧明就从怀中拿出一张纸条，双手给叶奉上。叶芷云接过后，打开一看，上面写的话让他瞬间气得跺脚。爱妃出逃之罪将由小绿承担，望爱妃三思而后行。叶芷云被急得满头大汗，来回踱步，现在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莫尘渊怎么知道我要逃？是看穿了我的心思，还是我哪里露了马脚？现在自由时光指日可待，只要出了这个门，他不仅不用受莫尘渊的气，也不会被卷进黄泉的漩涡之中。大好的天地等着他去闯。可想到小绿这3天尽心尽力的伺候，叶芷云气压咬牙切齿，但是也无可奈何。叶芷云压下心中的怒气，我不过出来散散步。随后举起手中的纸条，你们王爷要完是吧？那给本妃等着瞧。哼！说着，一把将纸条塞回给青木，砰的一声回到屋内，把房门关上了。说叶芷云没有怨气那是假的，只见他气鼓鼓在床上来回打滚。莫尘渊那个天杀的，到底什么目的？无缘无故的跟我拜堂，如今又屡屡派人监视我，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哼！逃走不成，又被人摆了一道。叶芷云越想越生气，刚刚有多么高兴，现在就有多么悲伤。骂骂咧咧半天后，折腾了一天，叶逐渐睡了过去。然而就在他睡过去后没多久，一个人影鬼鬼祟祟的溜进了院子。就在他要从窗户前进房间时，砰的一声闷响，还未来得及知道发生什么，整个人便昏在了地上。萧明看着倒下去的身影，眉头微微皱起，片刻才转身拱手。王爷，此人要如何处置？这时才发现黑暗之中站着一身玄袍的莫尘渊，黝黑而锋利的长眸倒映着隐隐的月光，冰明的让人胆颤。果然，文博侯府不是个安全的地方，这个丫头未免太没防备心了。他盯着那扇紧闭的窗门许久，随后淡淡的说道：“杀了。”萧明面无表情，手起刀落，那人死得悄无声息。随即，萧明便将尸体带下去处理。偌大的院子漆黑一片。然而莫尘渊似乎并不打算离开。3月冷风萧瑟，他站在紧闭的窗前一动不动。良久，他上前一步，大手抚上那扇窗门，唇角勾起一抹沉笑。算你还有些良心。他真怕这只没心没肺的小妖精就这么跑了。处理完尸体回来的萧明见状，识趣的隐在暗处没有打扰。本来王爷只派了他过来保护王妃，没想到王爷现在却亲自过来了。爱卿真是一把杀猪刀呀，无情的改变了王爷的模样。希望王妃知道王爷的用心良苦，不要再想着逃跑了。其实在刺客刚刚接近的那一刻，叶已经醒了过来。常年特种兵的生涯让他对周边的环境异常的敏感，但是他还以为又是莫尘渊在搞的什么把戏，索性就继续装睡，并且再次计划起了明日的逃跑计划。然而经历过前后的落差后，一心想跑的叶却忽略了桌上自己亲手写的那张纸条。翌日，等叶芷云迷迷糊糊睁开了双眼，莫尘渊那身玄黑的九蟒蟒袍就映入眼帘。再仔细一看，这才看清莫尘渊正坐在桌前，饶有兴致地看着手中的纸条。那张纸条是他昨晚临逃跑时留下来的。他顿时从床上爬起来，上前就想把他手中的纸条夺过来。然而整晚他都以同一个姿势睡觉，这一起身，身体登时不听使唤地朝前面扑过去，这一扑就扑到了莫尘渊身上。莫尘渊顺手就把他的细腰揽住，唇角愉悦地勾起。本王竟不知爱妃这般想念本王，本王受宠若惊。叶芷云伸手就去抓他手上的纸条，莫尘渊手臂一扬，叶芷云就抓了个空。只听莫尘渊沉笑地念出纸条上的字：臣妾爱慕王爷堪比世上任何事与物，然臣妾却爱而不得，不得不听从爹的吩咐，从此与君别离，望王爷勿念。叶芷云脸憋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莫尘渊则是笑着看着他。爱妃的情谊本王确实感受到了，不过从此与君别离，爱妃可否解释一下？叶芷云抿紧双唇，本来留这张纸条的目的就是把他逃走的罪过嫁祸给文博侯，也算是他临走前替原主出口恶气，却没想到回来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处理掉这张纸条，就被莫尘渊发现了。他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承认他要逃走。莫尘渊猜到是一回事，他承认又是另一回事了。王爷，我们来做个交易如何？交易？臣妾不知王爷到底有什么目的，但不管如何，现今臣妾与王爷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只要王爷肯帮臣妾，那王爷对臣妾有什么要求，只要在臣妾的能力范围之内，臣妾绝对不会含糊半句。既然逃不掉，那不如选择跟莫尘渊合作，战王妃这个身份可以为他做许多事。
哦，王爷需要臣妾不是吗？虽然不知道莫尘渊需要他什么，但是一国王爷公然在太子府抢亲，又派青木阻止他离开，这么费尽心思，想必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是莫尘渊觊觎的。既然如此，不如好好利用起来。夕阳。莫尘渊长眸微沉了沉。那日在太子府初见他时，他手持弯刀，血溅昏堂，便觉此女子格外与众不同。那句宁为刀俎，勿为鱼肉，像极了他初入军营之时立下的誓言。他不是需要他，而是非他不可。只有他才有资格与他并肩走在一起，才有资格与他站在云端，傲视天下的繁荣与苍夷。莫尘渊一瞬不瞬地看着眼前还瘦弱的不行的女子，良久才勾出一抹沉笑。所以这张纸条是……叶芷云缓缓坐下，稳了稳心神，说道：就如王爷所看到的那般，昨日王爷走后，侯爷便命令臣妾离开战王府，但臣妾又怕王爷担心，所以才留下这张纸条。父母之命不可违，臣妾也是逼不得已。纵使叶芷云神情淡定，莫尘渊还是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是吗？那又是什么让爱妃改变了主意？臣妾有一养母被关在府中，昨晚临走时想把养母带走，可没想到臣妾的养母在文博侯府被囚禁的人不忍，鬼不鬼，在府中受尽了折磨与欺凌。臣妾气愤至极，那时便想通了，如果臣妾就这么走了，便便宜了那些在文博侯府为非作歹之人。如今养母被臣妾安排在偏房歇息，王爷若是不信，尽可去问他。莫尘渊压抑着唇角的笑容，要不是他清楚事情的真相，真要被这丫头的一番说辞给忽悠了。侯爷，你可都听到了？此话一落，门口顿时响起扑通一声细响，文伯侯那颤抖的声音下一秒就从外面传来：冤枉王爷，微臣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求王爷明察。莫尘渊一大早就来了侯府，文伯侯知道后早早就起来接待，没想到莫尘渊一来就直奔叶芷云的院子，那就算了。可叶芷云睡到日晒三竿还不起，莫尘渊竟然也不生气，直接在屋中等了起来。这一等不要紧，倒是可怜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上午，这已经很倒霉了。没想到叶芷云一起身，就莫名的给他扣了顶怂恿王妃出逃的帽子，这叫什么事啊？叶芷云则是神情一喜，没想到文伯侯就在门外，忙补充道：王爷，侯爷曾说过，让臣妾以后在王爷面前多提点他，好让他官途顺遂，平步青云。臣妾不是愚昧之人，怎么可能答应这样的要求？谁知侯爷后来竟恼羞成怒，若不是臣妾搬出王府，他怕是不会善罢甘休。听到这话，莫尘渊差点没笑出声来，知道这小丫头前面说谎，还以为会害怕跟文伯侯对峙，没想到咬得更狠了。微臣冤枉，娘娘您不可这般血口喷人啊！王爷，您不可只听王妃的一面之词啊！那是自然。萧明，带侯爷下去细细审问，我大越绝不允许出现这等阿谀奉承、收受贿赂之事。既然侯爷说没有，本王自要还他清白。哼！此话一出，文伯侯抖得就更厉害了。莫尘渊的话怎么听都觉得话中有话，他不会真的要为了叶芷云这个废物而降罪文伯侯府吧？门外萧明是的一声就把文伯侯带了下去。叶芷云听着走远的脚步声，不着痕迹地勾了勾唇。既然决定要留下来，那以前挺迫害过原主的那些人，他一个都不会放过。爱妃可还满意？多谢王爷。他知道光是这样文伯侯并不会损失什么，不过是审问一番而已，怎么说都是侯爷，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真的对他用刑的。饶是如此，叶芷云也心情愉悦，这不过才刚刚开始而已，日子还长，好戏都在后头。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叶芷静正忐忑不安地坐在床边。怎么样？回小姐，王爷一大早就来了侯府，去了叶芷云的院子，看上去并无什么不妥。昨晚派去的人呢？找到了没？没有。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找？听到这话，叶芷静火气瞬间就被点燃了，因为派去暗害叶芷云的人一夜都没有消息，她急得一宿没睡。眼见莫尘渊一早就来了侯府，她越发觉得心慌，而那婢女则是连忙跪下。小姐别急，再等等，或许一会儿就会回来了。一群废物，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要你们有什么用？派去的人到底去了哪里？不会是被叶芷云抓住了吧？他稳了稳心神，继续说道：那个废物不是身子不好吗？去给我准备一碗参汤。跪在地上的婢女如获大赦，急急忙忙的就退了下去。再回到叶芷云这边，此时的叶芷云正与莫尘渊看望自己的养母，只是在这稍坐了片刻，便听到文伯侯述出大小姐前来的禀报。王爷、王妃，文伯侯恕大小姐拜见。他来干什么？
叶芷云还没说话，徐嬷嬷突然激动地从床上起来。难道还要来欺负娘娘吗？他就不能放过娘娘吗？眼见身体羸弱的徐嬷嬷下了床，叶芷云连忙将她扶住，而莫尘渊的长眸则是危险地眯了眯，让他进来。冰冷的语气不容抗拒。徐嬷嬷浑身一抖，担忧地看着叶芷云。叶芷云则是安抚地对徐嬷嬷说道：“徐娘放心，王爷在此，叶芷静就是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乱来。既然他自己找上门，且看我怎么教训他。”哼！话刚说完，叶芷静就端着一碗参汤，扭着腰肢小步进来。小女叶芷静见过王爷，见过王妃。她恭恭敬敬行了个礼，抬眸看到徐嬷嬷那一刻，神情不由自主地僵了一下。他心虚地低下了头，不着痕迹地打量着屋里的一切，不禁好奇：既然叶芷云没事，那昨晚我派来的人去了哪里？你来干什么？一声问话让他思绪瞬间收回，忙收敛心神，垂眸道：听闻妹妹身子不好，姐姐特意熬了上好的参汤，端来给妹妹补补身子。又是参汤？本妃大婚当天也是你端来一碗参汤，你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了吧？就是他那一碗参汤害原主暴毙昏堂。而叶芷静听到这话，眼神顿时不善起来，语气却依旧柔和：妹妹想说什么？姐姐有些不明白妹妹的意思。不明白，那本妃就让你明白明白。话落，他突然端起那碗参汤，直接倒在叶芷静头上，滚烫的参汤将叶芷静从头淋到脚。只听见啊的一声，叶芷静不可控地惊叫起来：你在干什么？你竟敢！你竟敢！被参汤烫得连连退后的叶芷静一个踉跄，猛地摔在了地上，精心打扮过的头饰瞬间散落，头发狼狈地粘在一起。她求救地看向莫尘渊：王爷，臣女并没有做错什么啊！妹妹她为什么要这么对臣女？王爷您要为臣女做主啊！本妃何时与你换本妃为妹妹？不过是妾身的罢了，竟敢与本妃一姐妹相称，真是好大的脸面。叶芷静脸上的伤没好，又活生生的挨了一巴掌。她捂着生疼的脸，不敢相信的看着叶芷云。你突然，她又神情一变，忽而楚楚可怜的爬到莫尘渊脚旁。王爷，王妃娘娘肯定是有什么误会臣女了，望王爷明察，还臣女一个公道啊！然而莫尘渊却连个正眼都没给叶芷静，拧眉：真是聒噪！叶芷静以下犯上，不懂尊卑，更扰了王爷清静。来人，拉下去，堵住他的嘴，杖罚50大板，以儆效尤。此言一落，门外的萧明一挥手，立即就有2个侍卫进来架起叶芷静。叶芷静顿时吓得大叫：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我可是文博侯府的大小姐，你们竟敢对我用刑！放开我！住手！突然，一个夹着愤怒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叶芷云抬眸，就见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人怒气冲冲迈步进门，来人竟是文博侯的小妾柳姨娘，也就是叶芷静的亲娘。只见她眼神阴狠地瞪着叶芷云，片刻才跪在莫尘渊面前。妾身柳氏见过王爷，见过王妃。行过礼后，她眉眼一抬，就开口控诉：妾身自知身份卑微，不该出现在王爷面前，但今日王妃行事实在鲁莽之极，妾身不得不现身来为静儿讨一个公道。他一直注意着叶芷云的动向，一听叶芷静来了，生怕自己女儿吃亏，便匆匆忙忙地赶过来。莫尘渊却是眉心蹙起，神情间的不耐烦已经溢于表面。我在此，这些人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找这个丫头的麻烦。我不在的时候，可想这丫头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他眼神阴冷地扫了一眼柳姨娘，后者顿觉一股寒气迎面袭来，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一抬眸，一双锋利的眼眸带着杀气，毫不犹豫地凌迟着他。瞬间，柳姨娘浑身的气势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身子一软，竟瘫坐在了地上，一双眼睛怔怔地看着莫尘渊，唇色煞白。柳姨娘当真勇气可嘉。柳姨娘跟叶芷静在文博侯府蛮横惯了，还真以为在莫尘渊面前有他们说话的份。叶芷云百无聊赖地坐在凳子上，语气淡漠：也罢，本妃就给柳姨娘一个机会，你想在王爷面前讨什么公道，尽管说来，只不过王爷会不会听，就看你们的造化了。柳姨娘颤抖地握着袖中的拳头，在莫尘渊那无形的威压之下，心下一狠，正义凛然道：娘娘身为战王妃，心思歹毒，手段残忍，不分青红皂白便要对血亲姐妹用刑，这等蛇蝎心肠不仅有违女德，更是有损战王府的声誉。王妃娘娘此番作为实在德不配位，妾身斗胆认为娘娘根本不配成为战王妃，望让王秉公处置，不要被娘娘假仁假义的表面蒙蔽了双眼。叶芷云眉头微微一挑，这算什么？恶人先告状！张嘴！还没等叶芷云反应过来，莫尘渊陈词的声音便淡淡响彻房中。随即萧明不知何时已来到柳姨娘面前，随着啪的一声脆响，那蓄满了内劲的巴掌毫不留情地落在柳姨娘的脸上。王爷，不是我们的错，都
都是娘娘她一定是在王爷面前说了什么，才让王爷这般误会我们。王爷，叶芷静话还没说完，萧明又是毫不留情的一掌，蓄了内力的巴掌落在他脸上，同他娘亲一样，一口鲜血从嘴里喷涌而出。娘娘如今乃战王府正妃，岂能容你随意智慧？说起来，本妃还有些东西在柳姨娘那里没拿回来。柳姨娘既然来了，不如把本妃的东西也一并还了吧。别以为娘娘当了战王妃就可能污蔑妾身，妾身根本没见娘娘什么东西。是了，本妃倒是听闻柳姨娘将我娘留给本妃的嫁妆尽数占为了己有。冷漠的语气含着冰冷，柳姨娘浑身一抖。你娘生你的时候难产而死，你怎么知道她留了嫁妆？难道娘娘如今飞上枝头当了凤凰，就可以这样污蔑妾身吗？这不是污蔑。突然，坐在床上一直不说话的徐嬷嬷厉声开口：“老奴当年随夫人嫁进文博侯府，老奴可以作证。夫人死后，府中忙着办丧，刚出世的小姐更是无依无靠，你便趁机霸占了夫人的嫁妆，直至今日都没想过要归还。”还有，娘娘本就是文博侯府的嫡出小姐，什么飞上枝头当凤凰，娘娘地位本就一直在你之上，岂是你一个妾室能够匹比的？你闭嘴！柳姨娘气得直咬牙，她最在意的就是这个。而叶芷云眸眼闪过一抹寒芒，缓缓说道：“本来本妃想着，若柳姨娘识趣，将嫁妆还回来也就罢了，全当柳姨娘在替本妃保管。既然不认，那就当你们偷了本妃的东西。如此一来，王爷，本妃的东西便是王爷的东西。柳姨娘此举算是觊觎王爷之物了。王爷，您说该如何处置才是？”本来他计划离开京城，这嫁妆就不打算要了。可现在若能要回嫁妆，他不介意尽数上交给莫尘渊，也好过便宜了这对母女。爱妃想如何处置？偷东西可不是什么好风气，更别说是偷王爷的东西了。便将他二人的双手剁去，再将两人悬挂城门，警戒世人，以儆效尤。此话一出，柳姨娘跟叶芷静身体都不由自主的狠狠一颤。爱妃主意不错。他微一抬手，当时就有侍卫进来架起柳姨娘跟叶芷静。不要，妾身知道错了，王爷饶命，妾身知错了。然而侍卫像是没听到一般，直直将两人拖向门外。柳姨娘吓得脸色煞白，认命的喊道：“妾身还，妾身知道错了，妾身会将娘娘的嫁妆都还给娘娘。王爷饶命，饶命啊！”听到这话，叶芷云才微摆了摆手，架着他们的侍卫才停下动作。两人登时瘫软在地上，瑟瑟发抖。明日本妃会派人来将属于本妃的东西尽数拿回来，柳姨娘应该知道怎么做。知道，妾身知道。她眼神不停地躲闪，像是回避着叶芷云的话，又像在找谁一般。别找了，侯爷已经被王爷下令审问了，一时半会儿救不了你们，何况就是侯爷再也无济于事，明白吗？柳姨娘连连摇头，神情比哭还难看。娘娘说笑了，妾身没有。给你3秒钟离开本妃的视线，否则……她目光落在柳姨娘的双手上，柳姨娘吓得猛吸一口凉气，急急忙忙从地上爬起来，带着叶芷静踉踉跄跄地跑了出去。两人刚离开，叶芷云便看了一眼莫尘渊，垂眸：“多谢王爷。”爱妃要如何报答本王？嘴上说说吧。王爷，你先放开臣妾，这里还有人在。哎呀！他看了一眼正低头垂眸装作听不见的萧明跟徐嬷嬷，恨不得挖个洞钻进去。哦，没人在便可以了吗？闻言，叶芷云脸色登时一红。他好歹是个王爷，怎么跟个流氓似的？记住，你是本王的正妃，即便再生气，也莫要自己动手，弄疼了，本王心疼。他猛地挣脱莫尘渊的手，慌乱地站起身子。王爷，时候不早了，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回府？爱妃可是害羞了。王爷帮了臣妾，臣妾感激不尽。王爷想臣妾做什么，尽管吩咐，但请王爷可不可以不要这般戏谑臣妾？很好。叶芷云心虚地咽了咽咽喉，总觉得跟莫尘渊做交易就是个错误的选择，忙补充一句：必须要是臣妾的能力范围之内的，相信王爷一言九鼎，并不会强人所难。自然。等莫尘渊回到书房，却发现自己好像并不需要叶芷云帮什么忙，于是无奈只好询问萧明。萧明，属下在。本王该让王妃帮本王做什么？萧明呛了一口，只是看到莫尘渊语气认真，引得萧明不得不严肃起来。王爷，敢问您希望王妃做什么？莫尘渊眉头又是一阵紧蹙，那个丫头受的一阵风都能把她吹跑，他恨不得把她捧在手里护她一世周全，哪里真舍得她做什么？他只是想要叶芷云陪陪他，不这样，那个女人就像躲瘟神一般防着他。
萧明像是看穿了莫尘渊的心思，他灵机一动，上前就将案桌上的文案打乱。莫尘渊拧着眉头回眸，脸色瞬间变得黑沉。然而青木像是没注意到一般，又将书架上的书本与物事统统扫落在地。不过片刻，本是整洁的书房被青木弄得乱哄哄的。王爷，待王妃来了，您就以不喜外人近身为由，让王妃帮您收拾书房。如此一来，以后每一日，王爷都可以与王妃单独相处。有王爷您在，既不会让王妃费神，也不会让王妃费力。您看如何？此话一出，酝酿在莫尘渊脸上的风暴顿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脸错愕。你做的不错。青木也开心的不行，他太机智了，想了个这么一劳永逸的点子，以后王爷就不需要为了跟王妃待一起而找其他借口了。就在这时，礼服管家兴致冲冲的进来。禀王爷，娘娘的嫁妆老奴已与徐嬷嬷尽数讨了回来，如今正在前往战王府的路上。正禀报着，看到乱糟糟的书房，扬手就拍了一下青木的脑袋。你怎么伺候王爷的？书房怎么能乱成这样？李管家，您误会了，属下是……还没说完，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王爷方才让臣妾来书房，臣妾现在可以进去吗？娘娘您请。说完，忙拉起礼服管家离开。王爷想让臣妾做什么？爱妃聪明，想必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本王正在找一本书，却无论如何都找不着。王妃心思细腻，想必能帮上本王的忙。青木的主意虽好，却漏洞颇多，这丫头聪明得紧，不可用。请问王爷要找的是什么书？书本未有名字，乃本王亲自撰写，时日太久，本王也忘记放哪里去了。叶芷云应了一声，就要准备去找书，莫尘渊却又开口道：“爱妃，3月25乃是春寿，届时还需爱妃随本王一同前去。”叶芷云微怔，随即点头。听闻爱妃从未去过春寿，王爷何须戳臣妾的痛处？从前就是臣妾想去也去不得。通过这次回门，莫尘渊或多或少都能了解他从前在文博侯府过的是什么日子。无妨，爱妃想去，本王便陪爱妃去。听到这话，叶芷云心脏莫名快了一拍，不自在地垂下眸子，不敢直视他的眼神，默默替莫尘渊找书去了。见他反应犹如小白兔遇到了大灰狼般慌张，莫尘渊唇角微扬，觉得可爱极了。然而叶芷云找了整整1天，也没见到莫尘渊所说的那本书。直到夜幕降临，叶芷云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莫尘渊才恍然抬眸。王爷，你要找的那本书究竟长什么样子？莫尘渊没有答话，放下毛笔，微一扶手。青木立即从门外端来碗扇过来，先用膳。那本书找不着便罢了，来去不是什么要紧之物。哼。不过爱妃的墨磨得甚好，以后爱妃每日来本王书房一趟，替本王磨墨。每日。莫尘渊长眸危险地眯了眯。爱妃不愿意。叶芷云又是一噎，他当然不愿意啊，磨什么墨？府里又不是没有丫鬟，干嘛要让他来做？正想开口反驳，却听莫尘渊轻轻飘来一句：经过萧明审问，文博侯指使爱妃离开本王一事，似乎当然愿意，不过是磨墨而已，能伺候王爷是臣妾的福气。甚好。叶芷云内心欲哭无泪，小气鬼，居然拿这些事来威胁我。对于文博侯的那些事，他明明心知肚明，却偏偏不能摆在明面上说，一旦深究便是罪名的落实。虽说跟他做了口头交易，可也犯不着这点小事都要他做吧，太憋屈了。3月25，春寿之日，古时春寿大多定在清明前后，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日，叶芷云起了个大早，爱妃娇容，倒比这春日盛景还要迷人。臣妾以为这等油嘴滑舌只有登徒子才会，在爱妃面前当个登徒子没什么不好。叶芷云顿时不知该说什么来反驳，只见莫尘渊伸出手，叶芷云犹豫了一下，还是将小手搭了上去。春烈烈场人多眼杂，记得跟紧本王。叶芷云淡淡的嗯了一声，内心却无所谓的翻了个白眼，鬼才要跟紧你，好不容易才有那么点自由的时间，他定要好好玩一番。与此同时，皇宫皇上的仪仗队已经准备就绪，朝中百官也已就位，就等着皇上下令出发了。皇上身边的高公公愁着眉眼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前躬身劝道：皇上，这时辰已经过去许久，战王怕是又不来了。就在高公公开口不久，一个小太监匆匆上前跪地禀道：皇上，战王已经携王妃先一步出发了。此话一出，离得近的官宦大臣不由面面相觑了一眼，都低下头不敢说话。战王我行我素已久，往年春寿战王不去，好歹也会来个人告知一声，今年这么不声不响的，还害皇上在此等了那么久，实在太大胆了些。不过说来也怪，皇上向来是不待见战王的，怎么这一次却破天荒的要等战王呢？倒真是连一点规矩都没有了。高公公瞅了一眼皇上，只见他眼底映出一丝不悦，可面上却和善的说道：罢了，这孩子向来任性，与他追究倒显得真小气了。高公公身为皇上的贴身太监，皇上是什么脾气他心里是一清二楚。皇上语气虽显得不在意，可他却不敢放松，战战兢兢的躬了一手，才转身高喊一声：起驾。
王府的马车上，莫尘渊悠然地翻着手上的书本，深幽的长眸一瞬不瞬，看得专注。而叶芷云却倚在窗旁昏昏欲睡，微闭着眼睛，如小鸡啄米般点着头，最终像是再也熬不住一般，一头往前栽去。困成这般也不开口，难不成本王会阻止你歇息不成？莫尘渊虽然比皇上要早出发，却是最后一个抵达猎场的，原因无他，就是为了让叶芷云睡个好觉。当马车缓缓停下时，叶芷云也悠悠转醒，一睁眼就发现自己正枕在莫尘渊的大腿上，心脏一紧，像触电般猛地坐了起来。我怎么睡着了，还睡在莫尘渊的大腿上？爱妃睡得可好？叶芷云尴尬的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忙转移话题。是不是到了？话刚落，便听见马车外的萧明说了一句：“王爷、王妃，猎场到了。”叶芷云眉眼一喜，慌忙逃出马车。入帘是一片广袤的山丘草原，而不远处便是一大片森林。现在已经是午后时分，阳光不烈，还带着一丝凉风。叶芷云展开手臂，深深的吸了口气，清新的空气混合着春天的气息迎面扑来，心情顿时好了许多。妹妹，突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传来，叶芷云抬眸，就见叶芷静蒙着面纱缓缓走来，后面还跟着她的贴身丫鬟。臣女见过王爷，见过王妃。好在你改口了，否则又要吃巴掌了。叶芷静袖中拳头一紧，好不容易建设好的心态差点没绷住，深吸了口气，笑道：“娘娘不愿认我这个姐姐，臣女明白，是臣女身份卑微，娘娘看不上，只是臣女心里记挂着娘娘，所以才在第一时间来给娘娘请安。”本妃还真看不上你，别忘了你只是个庶出，以前是，现在也是，以后永远都会是。识趣的就别再出现在本妃面前，省得本妃恶心。叶芷静一听这话，顿时又开始哭哭啼啼的装起可怜来。庶出的身份在娘娘面前犹如尘埃，在娘娘眼里，臣女怕是连人都不如，才会被娘娘如此辱骂。此时的叶芷云有些疑惑，本来是想着直接给这叶芷静给赶走的，却不成想她反而在这里哭哭啼啼的赖着不走了。这不仅是往她身上泼脏水，更是在抹黑战王府的名声。我才刚来猎场，就急着给我一个下马威。娘娘，求您饶过小姐吧，小姐不是故意要出现在您面前的，她就是太想念娘娘您了才会过来请安，绝对不是故意来碍您的眼，求您开呀！娘娘开恩，娘娘看不起臣女这个庶出，日后臣女再不会出现在娘娘面前了，求娘娘饶了臣女这一回，臣女以后再也不敢了。一主一仆声情并茂，不过片刻的功夫，听到动静的大家小姐很快就围了上来，一听两人说的，就以为叶芷云仗着战王府的势力在欺压叶芷静，然而以为是一回事，敢不敢为叶芷静出头，又是另一回事了。反观叶芷云，周围的人怎么看待她，她都不在乎。她淡淡的看着跪在她面前的两人，忽而冷笑：“王爷，不知是臣妾愚钝，还是本妃的这位姐姐胆大包天。臣妾记得大越律法有载，若非皇上特赦，官臣家眷中非这是夫人，非嫡出不可参加像春寿这样的大型活动。难不成是本妃弄错了？”这些天窝在战王府，除了书房就没地可去。无聊的叶芷云将大越的律法都读了一遍，还跟小绿了解了不少宫规律仪，为的就是在这皇权的漩涡中保住脖子上的这颗人头。话落，叶芷静顿时瞪大了眼睛，傻眼的看着叶芷云。不仅是她，周围的大家小姐更是不约而同的怔了一下，一时间议论声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面面相觑。莫尘渊长眸微沉，如洞悉一切般直视着叶芷静，缓缓说道：“叶大小姐可有皇上特赦？”是爹带臣女的来的，爹有皇宫的邀请函。叶芷静眼神躲闪，吞吞吐吐的说道：“那就是没有喽。每年春寿爹都会带臣女来，皇上早就知道了，没有追究便是同意，不是吗？”叶大小姐这是在揣测圣仪。我没有，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王爷，叶芷静在大庭广众之下污蔑本妃，令本妃难堪就算了，一个庶出没有皇上特赦，竟已敢出现在春寿猎场，还敢揣测皇上圣意，如此胆大妄为，丢的不仅是文博侯府的脸面，更会让京城百姓觉得皇威不过如此，儿戏至极，不值得让人尊敬。从方才开始，莫尘渊的眼神就未曾从叶芷云身上离开过。眼见这丫头三言两语便扭转了局势，眉宇兴致盎然，深幽的长眸溢着一丝宠溺，陈词的声音缓缓传响：“爱妃觉得该如何处置？”叶芷静如此行事影响恶劣，臣妾觉得应该禀明皇上，让皇上定夺。敢在这么多人泼她脏水，那就要承受自己带来的恶果。就算叶芷静往年年年都有参加春寿，皇上没有追究是因为没有人提出来，而像莫尘渊这样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根本不屑去理会一个不起眼的庶女，所以才让叶芷静蹦跶了这么久。
现在叶芷云是战王妃，她跟莫尘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得罪了她，便等于得罪了战王。然而叶芷云把方方面面都想到了，却被莫尘渊毫不留情的推翻。不必，叶大小姐以下犯上，污蔑本王的爱妃，不守国法，妄议圣上，图谋不轨，罪该万死。本王下令，即刻将叶大小姐收押大牢，由本王亲自发落。冰冷的声音像穿透了一切，每说一个字，叶芷静就狠狠地颤抖一下。直到最后一个字说完，叶芷静早已浑身冰冷，她惊慌地看着莫尘渊，害怕的连连摇头：“不要，王爷饶命！”然而尽职的侍卫已经涌上前，毫不留情地将她架了起来，连带她身后的丫鬟也不放过。而周围那些大家小姐看到这一幕，害怕的纷纷退后，生怕会被莫尘渊的怒火波及。慢着！就在叶芷静快被拖下去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在众人间响起。叶芷云眉头一皱，就见一个明黄的身影出现在眼前，太子莫尘羽。一见到他，叶芷云的脸就黑了下来，因为那日昏堂的不愉快，他对这个太子一点好感都没有。反观莫尘羽见到叶芷云却迷了眼，眼前的叶芷云略施粉黛，唇点朱砂，好看的秀眸不善的蹙起，闭月羞容，让他一眼就看入了迷。然而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一抹玄色的衣袍堪堪挡住了他的视线。只见莫尘渊神情阴怒，风雨欲来的眸子一瞬不瞬地看着莫尘羽，唇角的笑容如寒冰3尺，让人胆颤。太子殿下是有何事？听到莫尘渊不善的语气传来，莫尘羽这才缓过神来。本太子听到这里有动静，便过来查看一番，这里是发生了什么事？太子殿下！一见太子来了，叶芷静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一般，猛扑过去，抓着他的衣摆哭道：“太子殿下救我！战王不，战王妃怂恿战王要把臣女关进大牢。太子殿下，臣女犯了什么错？战王妃她要这样对我？”莫尘羽见叶芷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心疼的将她扶起，拧着眉看向莫尘渊：“静儿不过一个弱女子，战王用不着这样赶尽杀绝吧？”乔太子殿下说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战王府以权压人呢。叶芷静冲撞本妃在先，揣测圣意在后，更未经皇上特允便出现在这春狩猎场上。太子殿下身为太子，是连朝廷律法都不顾了吗？臣女没有，太子殿下，这些都是娘娘信口胡说的，她要诬陷臣女。再说春狩臣女每年都来，殿下你也是知道的，为何到了娘娘这里就是这般大的罪过？太子殿下也听到了，直到现在他都还在往本妃身上泼脏水，不认罪呢。莫尘羽脸色渐渐变得不好看起来，他缓了缓心神，继续说道：“战王，静儿也是无心，看在本太子的份上，此次的事不如到此为止，如何？”在太子眼里，本王就是这么好欺负的人。在这京城，谁敢不给他面子？可偏偏莫尘渊就不吃他这套。莫尘羽的怒气一下就被挑了上来。静儿是本太子的人，战王不放，是想与本太子撕破脸吗？既然太子都这么说了，本王倒可以卖太子一个人情。只要见他松口，莫尘羽心中的怒气也消了一半，却依旧不悦。只要什么？听闻太子府上进贡了一匹天蚕锦。太子眼睛顿时睁大，你居然想要天蚕锦？想都别想！那天蚕锦是他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天蚕长于冰雪之巅，极难寻觅，冻于雪中，于春破冰而出，数量极其稀少。莫尘渊闻言，抬手微微一拂，侍卫不由分说的擒下叶芷静。叶芷静则是心惊的扯住莫尘羽的衣袖：“太子救我！太子殿下，快救救臣女啊！”太子拳紧袖中的拳头，虽然没有明说，可明眼人都看得出他与叶芷静两情相悦。若此时为了一匹天蚕锦而罔顾叶芷静的性命，只怕他会被京城百姓所诟病。莫尘羽沉默良久，才大声开口道：“放开他！”这一声等于是答应了莫尘渊的条件，几名侍卫顿时放手。那就请太子殿下回京后，把天蚕锦送到本王府上。莫尘渊抬手一扶，身旁的萧明登时会意，上前之际，腰间的短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鞘，还未来得及反应，那丫鬟便瞪着眼睛，一命呜呼。王爷今日心情好，叶大小姐算是走运了。不知是后怕，还是因为这一句话，叶芷静脸色瞬间煞白。莫尘羽神情没有多大的变化，一拂袖便转身离开了。等莫尘羽离开后，青木指挥着侍卫清理现场。叶芷云看着那被抬下去的尸体，内心毫无波澜。怕了？臣妾的样子像是在怕。莫尘渊笑容更甚，看向那副被抬下去的尸体，沉声道：“有本王在，爱妃永远都将是刀俎，断不会沦为他人鱼肉。”叶芷云微微一怔，望着他几乎完美的侧颜，心脏不可控制的快了2拍。他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与此同时，皇帐中，皇上，战王与战王妃的事，您可听说了？皇后注意着老皇帝的脸色，似不在意地问了一声：“皇后这么问，难不成是有什么想法？”
臣妾哪有什么想法，便是觉得这战王太任性了些，还闹这般大的动静，平白失了皇室的颜面。战王什么性子，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不过这件事朕倒也有了解，听说是叶芷静先招惹上战王妃的。从前任性些也就罢了，可如今都成亲了，还这么不懂规矩。叶芷静纵是有错，皇上在此，有罪与否，该让皇上您来评判。战王却不经皇上同意，直言要将叶芷静关入大牢，实在有欠妥当。说着便叹了口气。战王妃也是，该提点些战王才是，怎么倒与战王一起捣起乱来了？皇上老眸微沉，惬意地闭上眼睛，说出口的话却锋利无比。皇后，太子殿下身份尊贵，怎么能为一个庶出之女出头？此事究竟是谁丢了皇家的脸面？皇后神色顿时一惊，连忙跪地伏礼。皇上恕罪，待玉儿回来，臣妾定严加教导。臣妾方才所言，只是觉得战王如此，根本没把皇上您放在眼里，断没有责备之意。朕累了，你下去吧。是，臣妾告退。带出了皇帐，皇后不甘心地咬紧后牙槽。不过上交了莫龙军的军服，皇上对战王的态度竟转变得这么大。去，把太子交到本宫的帐中。今日知是他做的太过欠妥，必须好好敲打他一番才行。而另一边，文博侯府的帐中，叶芷静在柳姨娘面前哭得梨花带雨。娘，那个贱人凭什么这么对我？不过是身后有战王给他撑腰而已，要不是因为战王看上他，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不配。静儿放心，娘都已经安排好了，明年的今天就是那个贱人的忌日。叶芷静眉眼顿时一喜，真的？当然是真的，娘什么时候骗过你？娘，是不是那个贱人死了，爹就会把你扶正了？那是当然，只要叶芷云死了，你爹将我扶正，才不会被世人诟病。到时候你就是名正言顺的嫡大小姐，太子妃的位置也绝对非你莫属。哇，娘，你对我真好。夜幕渐渐降临，叶芷云跟莫尘渊在帐中用膳，就听见帐外隐隐传来零碎的吵闹声。王爷，高公公说这是皇上赐予您的。叶芷云抬眸，就见青木手上托着一个托盘，一只金簪静静地躺在托盘上，竟连太奶奶的遗物都翻出来了。说完，莫尘渊便拿起那枚红玉金簪，来到叶芷云身边，将那枚红玉金簪别入叶芷云的发髻。很适合爱妃。这是你太奶奶的遗物吧？送给臣妾合适吗？此物只有爱妃配得上。陈词的声音让叶芷云心脏莫名悸动。本王还有事要处理，若爱妃困了，不必等本王。叶芷云翻了个白眼，本来就没打算等他。我听外面有些吵闹，是发生了什么事？是晚宴。晚宴？是的，娘娘。今日皇上在帐中布宴，各家大臣家眷都赴宴去了。王爷的帐篷离皇帐较近，所以娘娘才觉得吵闹。所以皇上刚刚派高公公来，是邀请王爷去赴宴了？恐怕是的。去赴宴没有带我，为什么？我们不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吗？娘娘，您没事吧？眼见叶芷云神情不对，小绿又担心地唤了一声：“小绿，你去准备热水吧，我想洗澡。”是，奴婢这就去准备。然而，小绿才到房中取完檀香白矾，一转身，那抹玄色的身影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他眼前，吓了他一跳。参见王爷。莫尘渊神情无波，看向他手中拿着香料盒。他在沐浴。是。莫尘渊长眸闪过一抹幽光，他迈步走到小绿面前，只见他伸出大手，将小绿手中的檀香白矾拿了过来，随即转身，默默前往浴帐。帐内，叶芷云在浴桶中惬意地泡着澡，这是为数不多独属于他的时间。小绿，来了怎么不说话？你流氓！我还光着身子呢，你怎么能进来？莫尘渊无视他的叫喊，沉稳的步子一步步迈进。本王来伺候爱妃沐浴。谁要你伺候？叶芷云越是这个样子，莫尘渊体内的欲望就更加旺盛。这时的叶芷云就像只人畜无害的小白兔，柔弱的可以让他随意蹂躏。叶芷云背后紧贴着桶壁，满眼警惕地看着莫尘渊。王爷，你不觉得你闯进来很不妥吗？有何不妥？你本就是本王的爱妃，本王这么做不该是情理之中。可你别忘了我们之间有交易，这件事可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爱妃所言极是，所以本王是来伺候爱妃沐浴的。所以爱妃还是乖乖别动的好，本王的忍耐力一向有限。
上。话音刚落，顿时出现数十名刺客提着弯刀蜂拥而至，而此时的叶芷云也从刚才紧张的局势的穿上衣服，顿时迎面就袭来一道寒光，他正想躲开，身子却猛地一倾，莫尘渊一手环起他的细腰，堪堪躲过刺客的攻击。有刺客保护王爷和王妃。只不过在莫尘渊抱着叶芷云离开之际，隐在暗中的另一批刺客顿时现身，紧追在莫尘渊身后。王爷，这些刺客好像是冲着我来的，所以若王爷把我放下，或许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其实战王府已经拦住了大部分刺客，对付这几个他还是有把握的。只不过此时的莫尘渊却有些神情不悦。在爱妃眼中，本王就是这样无情无义的人。我只是不想连累你。听到这话，莫尘渊脸上的凝云这才转眼消散。原来爱妃是在担心本王。哼！谈话之际，黑衣刺客已经追了上来。哼！爱妃身手不错，没王爷好。爱妃谦虚了。我故意的，为了给你留点面子。来了，王爷，你负责解决你那边的，我负责解决我这边的。许是看两人身手了得，追上来的刺客一冲而上，意欲一举消灭他们。不必。还不等叶芷云出手，莫尘渊周身迸发出一股凌厉的气势，眉间的杀气让人望而生寒。本是一涌而上的刺客心底猛地一颤，齐齐停下脚步，震惊地看着满身杀气的莫尘渊，看着站在莫尘渊身旁的叶芷云，带头的刺客拳紧了拳头，思量再三之下，眉眼一狠。上。话音一落，本已停下脚步的刺客再次一涌而上，莫尘渊薄唇冷冷一勾，身影瞬间消失不见。叶芷云看到这幅场景，都忍不住震惊的张大嘴巴。他收回刚刚的话，莫尘渊有如此实力，根本不需要他给面子。就在惊讶之际，叶芷云敏感地捕捉到一丝杀气。叶芷云气息微滞，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传来，微微低头，才看到那只已经抵达他胸前的剑矢被莫尘渊紧紧握在手里。你受伤了。叶芷云微张了张嘴，像是才回过神一般呢喃。见叶芷云没事，莫尘渊颤抖地松了口气，随即看向他手上的狙击枪，眉头紧拧。看来爱妃对本王藏了不少秘密。我也没想过要挖掘王爷的秘密啊。还有理了不成？明知此剑直奔他的心脏，还不知道躲。想到他方才那释然的表情，莫尘渊心头更怒，他怎么就这么不惜命？叶芷云脑袋一耸，每个人都有秘密，这不是正常的吗？王爷，叶芷云心里一急，忙将手里的狙击枪丢进系统。眼见对方来了援军，带头的刺客大喊了一声撤。追！萧明抬手一挥，战王府的侍卫顿时紧追不舍。属下无能，请王爷降罪。自行领罚。是。然而还未等他退下，叶芷云就没好气的急道：王爷受伤了，快叫大夫。青木愣了一下，震惊的看向莫尘渊。王爷的武功如今已经登峰造极，他有多久没见过王爷受伤了？区刺客怎么可能伤得了王爷？不过当他看向莫尘渊身旁的叶芷云时，瞬间像明白了什么一般。快去叫大夫啊！愣什么？青木顿时回神，他是该听王爷的，还是该听王妃的？他看向莫尘渊，只见他眸眼正一瞬不瞬地看着叶芷云，片刻才沉道：听王妃的。是。等等，王爷还有何吩咐？叫蔡太医。萧明又是一怔，随即秒懂。是，太医院根本没有姓蔡的。王爷的意思是让我不要叫太医啊。王爷虽然至今为止都没跟什么女子接触过，但没想到王爷心思还挺多的。这边青木刚美滋滋的退下，那边老皇帝就带着人马火急火燎的赶来。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刺客？皇上，老奴已经派人去查了。哼，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行刺，怕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务必给朕查个水落石出。是。见到老皇帝，叶芷云正要行礼，却被莫尘渊堪堪一挡，直接将他护在身后。叶芷云微怔，还未等他反应过来，就见老皇帝神情温怒的来到莫尘渊面前。怎么样，没受伤吧？小伤。派全太医过来看看。全太医乃是太医院之首，医术自然要比其他太医要好。不必，本王累了，先行告退。说着，宽大的袖袍将叶芷云护了个紧实，不疾不徐地离开树林。见他态度傲慢，老皇帝眉头忍不住蹙起，神情极为不悦。妃是不是有什么话该与本王说？王爷都说了，那是臣妾的秘密。在本王面前，爱妃不需要保守秘密。如果他没看到，他可以允许他向他隐瞒。可他既然已经看见了，就不可能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在王爷面前已经不是秘密了，不是吗？就如王爷所见到的那样，还需要臣妾说什么？爱妃知道该与本王说什么。
本王对爱妃的情谊，在爱妃眼中便是这般不值得信任。清晨的声音像是打在他的心里。莫尘渊缓缓将头靠在他的肩上，独属于他的墨香钻进鼻子，好闻的让叶芷云无法抗拒。叶芷云最终还是心软了，一把推开他。好啦好啦，我说就是了，什么人啊这是，都那么大了还撒娇。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不过我也有条件。好。第一，此时此刻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要保密，包括你的母妃跟所有亲密的人。知道我这个秘密的，只能是你跟我。哦，甚好。第二，不管你听到了什么，你都要保证不许把我当作怪胎，不能将我囚禁起来。你可以利用我，但是不可以拿我做实验来折磨我。德芒保证。第三，没有第三了，暂时没想到其他的。所以爱妃可以说了吗？其实我并非是这个时代的人，我是来自未来。说完，他特意注意了一下莫尘渊的表情，然而莫尘渊神情毫无波澜，长眸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你不信？德芒信。那你怎么一点也不惊讶？见过爱妃凭空拿出一把武器，又凭空消失，本王还有什么可惊讶的？你说的也有道理。他随手从系统中拿出那把狙击枪，此举在莫尘渊眼里像是凭空变出来的一般，毫无征兆。王爷可是跟我保证过的，不许告诉别人的。你是一国王爷，我相信你必定不会食言。这叫狙击枪，射程足有2000多米，其威力想必王爷刚才已经见识过了。凡中他一枪，绝对再无生还的可能，比这个时代任何的武器都要先进。2000多米，也就是你们说的4里左右。这是我所在的那个世界的产物，我身上绑定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只有我才能看得见，所以对你们来说，这把枪就像是我凭空变出来的一般。说着，叶芷云微叹了口气，将狙击枪放回系统。不过这枪现在没用。为何？因为没有子弹。子弹就是这把枪发射的弹药。原来如此。还有这个系统，就这2件东西。爱妃方才说爱妃来自未来。是啊，就在我跟太子大婚当天，我的灵魂附在了这副身体之上，所以你明白吗？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既然你附在了他身上，那他何在？死了。大婚当天，叶只经1碗毒汤送了原主去黄泉，所以在大婚当天，你才对他们怀有这么大的恨意。突然间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所谓的姐姐要害死我，太子明明的我的未婚夫却视我如废物，我一睁眼就说要把我关进大牢，我不反抗，难道等死啊？你怎么还笑得出来？说完，他突然看向莫尘渊，神情变得有些惆怅。为何这样看着本王？你认识的那个叶芷云已经死了，我不是他，所以不管以前你们发生过什么，那都不是我，你明白吗？本王与文博侯嫡小姐从未有交集，爱妃为何会这样想？你不认识他，那为什么一见到我就说要跟我拜堂？我又没见过你。爱妃相信一见钟情吗？别跟我说你对我一见钟情，有何不可？我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本王也不相信，直到见到你。打住，王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生活在2个不同的时代，生活习惯不同，习俗也不同，不可能会走在一起。为何？因为你是王爷。与这何干？当然有关系，你是王爷，就算你娶了我，你还可以纳侧妃，还可以纳妾，但是在我们那个世界，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重婚可是犯法的。这下你明白了，我从小就活在那样的世界中，我不可能接受我的丈夫爱上其他女人，更不可能接受我的丈夫纳妾。像王爷这样位高权重的人，不可能只有我一个妻子，不是吗？叶芷云说完这番话，莫尘渊抿着薄唇，久久不语。马车陷入了片刻的寂静。过了这么久，想必帐篷已经搭建好了，我去看看。当真，令本王好生羡慕。本王想要的与爱妃所描述的如出一辙，本王今世得爱妻一人足矣，从此一生一世一双人，长相厮守，白头到老。所以爱妃无需顾虑。无需顾虑个屁！你说一生一世一双人，就一生一世一双人啊！上到皇上，下到官宦大臣，哪个府里不是3妻4妾的？我若没了解错的话，王爷今年才是弱冠之年吧？怎么保证以后都不纳妾？本王发誓。发誓就像街边的大白菜，不值钱。而且我认识你才10天，根本不了解你。要不是因为你抢亲，我根本不可能嫁给你。
你难道对本王一点感情都没有？也不能说没有，只不过按我那个世界的正常流程，咱们应该先认识认识，了解了解对方，然后待彼此有了好感，再互相交往，待感情稳定之后，再成亲生子。然而现在，我还没体验过被男孩子追求是什么感觉，就已经一步到位，直接成亲了。你想本王追求你？不是你，也可以是其他人啊。你看，这就生气了。你要想对付我，那都是分分钟的事，我根本没得选，不是吗？很好。叶芷云愣愣地张着嘴巴，有些凌乱。莫尘渊这是什么意思？不管他了，还是要放过他，还他自由了。娘娘，王爷方才吩咐您该休息了。果然，他想得太天真了。小丽，外面什么事啊？这么吵。春狩开始了。爱妃为何这样惊讶？你怎么在这？本王做了早膳，爱妃既然起了，该趁热吃才是。等等，昨晚我是不是对你说了什么事情？爱妃说的什么？是那个秘密，还是要本王追求爱妃的事？哎呀，我肯定是神经搭错线了，才会将这些告诉莫尘渊，这可是我以后逃跑的资本啊。本王昨晚想了一宿，觉得爱妃一番话不无道理。什么话？爱妃与本王从相识到现在不过才10日，确实不够了解对方，所以应爱妃要求，王从今日起开始追求爱妃。不，那其实是爱妃，呸，是我瞎胡诌的，王爷千万别当真。在此期间，爱妃愿意什么时候接受本王，便什么时候接受，只不过，爱妃若敢移情别恋，本王便将爱妃的手脚砍断，求于本王身边，永远。此话一出，叶芷云脸色登时一黑，只觉背脊一阵阴凉。所以，爱妃莫要辜负本王一片心意。王爷这是在威胁我。爱妃严重了，除去此，爱妃在本王身边有绝对的自由，本王所拥有的，爱妃同样也可以拥有，甚至战王府的一切，本王都可以拱手让给爱妃。叶芷云惊了一下，忙转移话题。王爷不是说春狩已经开始了吗？王爷为什么不去？爱妃想去，难得来一次嘛，就这窝在帐篷里多浪费。只不过大家都开始狩猎了，你不出现，皇上不会有意见嘛？这层爱妃无需担心，既然爱妃有兴趣，待用完早膳，本王带爱妃出去转转。好啊。而此时，另一边文博侯府的帐篷内，能，你不是说都安排好了吗？为什么叶芷云还一点事都没有？然而叶芷静这话，也正是柳姨娘想问的。别急，一次不成，还有2次。早在此前，娘便约了无天阁的人接头，带娘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哼，一定要让他们取了那个贱人的性命，否则女儿永远都会寄人篱下的。放心，只管交给娘亲。你现在要做的是稳住太子的心。如今太子跟着皇上去了狩猎，你去找他，让他明白，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会在他身边陪着他，支持他，让他时时刻刻想着你。是，女儿知道的，女儿现在就去。回到叶芷云这边，此时的他正与莫尘渊骑着马撞上了正在狩猎的太子。本太子还以为是谁，原来是战王与战王妃。战王昨晚遇刺不是受伤了吗？这会儿该好好待在帐中养伤才是，随意跑出来惊了林中的鸟兽，打扰本太子狩猎就不好了。太子殿下这么菜，出来狩猎还要那些鸟啊兽啊等着太子呢。此话一出，本是得意无比的太子顿时哑口无言，而叶芷云心情也是不好，不愿跟他多费口舌。王爷，我们走吧。这边莫尘渊听话的刚准备离开，就听到叶芷静的声音在林中响了起：“太子殿下，等等臣女。”太子殿下，您骑得太快了，臣女跟不上。说完这话，他才看到叶芷云跟莫尘渊也在。臣女见过王爷，见过王妃。今日臣岂未见王爷与王妃出现在猎场，还以为王爷与王妃对狩猎不感兴趣呢，原来是偷偷摸摸在此幽会了，当真令臣女好生羡慕。听到这话，莫尘宇的眼神落在2人的手上，只见莫尘渊紧握着叶芷云的手，自然的让人羡慕。本妃与王爷过2人世界，何须偷偷摸摸？倒是叶大小姐与太子殿下这般黏腻，也太令人耐人寻味了。叶大小姐不是还未出阁吗？就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取悦起太子来了。叶芷云，太子慎言，不知皇上若知道太子鲁莽状，会作何感想？战王妃何必如此咄咄逼人？本妃向来睚眦必报，你们曾经对本妃做过什么，你们最清楚。太子殿下，王妃娘娘如此侮辱您，臣女当真痛心疾首，您断不能这般沉默下去。说错了，本妃是在侮辱你。表面上，本妃还是很尊重太子的。莫尘宇脸色不好看，一股怒气郁结在心，无法发泄。昨天他才被母后敲打了一番，此时他最好不要再跟莫尘渊发生冲突，免得传进父皇耳朵，对他产生厌恶。本太子忙着狩猎，暂时没空理会你们。此话一出，叶芷静倒是先急了，不如太子殿下与战王来个比赛如何？
什么比赛？既然王妃娘娘这么看不起太子殿下，那就让战王跟太子殿下比比如何？既然是春兽，比的当然是兽脸，很简单，不是吗？太子殿下好大的脸面，要跟一个受了伤的人比赛。静儿，别闹！莫尘雨牙关一咬，有些按捺不住心中的火气。叶芷静却依旧不依不饶。战王殿下可是大越的战神，不过受了点小伤而已，却连这点挑战都不敢接受，莫不是待在京城安逸久了，连功力都退步了？你胆敢把方才的话再说一遍？莫尘渊武功如何，他最清楚不过。叶芷静哪来的胆子，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爱妃不必动怒，不过一个比赛，本王答应便是。还是战王殿下爽快。爽快！叶大小姐该感谢本王的爱妃，若不是她在，叶大小姐怕没机会说那么多的话。叶芷静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莫尘渊的话仿佛在说，要不是因为叶芷云，他早就没命了。光是太子殿下与王爷比也特没意思了些，不如本妃跟叶大小姐也来比一场如何？话音刚落，叶芷静率先愣了一下，就听叶芷云继续笑道：如叶大小姐所说，既然是春兽，当然是比狩猎了。叶大小姐没意见吧？秀眸微沉间，似透着一抹风情万种。莫尘雨心脏莫名悸动，对叶芷静说道：既然战王妃都发话了，哪有不比的道理？战王妃，你说该怎么比？既然都要比，那便分组比好了。本妃跟王一组，太子殿下与叶大小姐一组。从现在开始直到50，谁猎得的猎物最多，哪一组就算赢。说完，他又看向莫尘雨马背上挂的许些猎物。既然太子已经猎了不少猎物，便算本妃让你把这些猎物一起算进去。你敢小看本太子？怎么能说小看呢？本妃是顾及太子殿下的面子，好让你输的没那么难看。这是你们自找的，到时候输啊，可别耍赖。既然是比赛，怎么能没有赌注？王爷您说是不是？爱妃想怎么赌？若我们输了，本妃便在众多大臣以及皇上面前，向叶大小姐磕3个响头赔罪。当真？本妃所言岂能有假？不过若是你们输了，又当如何？若是你们输了，本妃要叶大小姐跪在战王府的帐篷面前，直到春兽结束为止。叶芷静拳头一紧，还未说什么，就被叶芷云先一步说道：很划算不是吗？以本妃的身份给一个庶女下跪，那得是多少年修来的福气。而本妃想要一个庶女下跪何尝容易，却公平公正地使用比赛的方法。叶大小姐该感谢本妃的仁慈，没有以权压人。好，到时候娘娘可别后悔。此时的叶芷静还觉着叶芷云还是当时在文博侯府的那个样子，自然满口答应下来。50已到，咱们营帐会合。好。两人一走，叶芷云就朝着他们的背影吐了吐舌头。莫尘渊不觉好笑，爱妃便这般有把握赢过他们？这不是有王爷吗？你就这么相信本王？当然，要臣妾真的输了，在那么多人面前给叶芷静下跪，那丢的就是战王府的脸了。臣妾相信王爷不会坐视不理的。就因为这个？当然还有，臣妾可是见过王爷的身手的，战神2字实至名归。这话对莫尘渊来说不是赞誉，而是叶芷云对他最深情的告白。得爱妃如此谬赞，当胜过世间任何赞美。王爷，我们还是快开始吧。若被太子赢了，臣妾可就真丢脸了。哦，没想到爱妃也会着急。爱妃方才那般胸有成竹，想必已经想好了对策。王爷就别再开臣妾玩笑了，当务之急是回帐篷给臣妾找一匹马，否则臣妾没办法比赛。爱妃从未学过骑马，放心吧，臣妾有把握。刚跟莫尘渊骑了一会儿，他大概掌握了骑马的要诀，现在单独骑的话，他还是有信心的。不行，太危险。王爷，你今早还说要追求臣妾呢，就是这么追求的。臣妾知道王爷是担心臣妾，但是王爷不让臣妾试试，怎么知道臣妾不行？叶芷静不会骑射，爱妃就是不比，本王也能赢下这场比赛。那不行，叶芷静不会，那是叶芷静不行，可臣妾又不是不行，凭什么要将臣妾跟叶芷静相提并论？难道在王爷眼中，臣妾跟叶芷静一样？自然不一样。而且我们没有弓箭，还要回去拿弓箭呢。王爷，臣妾已经夸下海口了，总不能让臣妾认输吧？当然，倒是败给你了。王爷这是答应了。本王倒希望爱妃能听本王的。萧明，王爷有何吩咐？你怎么在这？属下乃王爷的贴身侍卫，不管何时何地，都应时时刻刻保护王爷。话音刚落，一个侍卫手里挂着2把弓箭，牵着一匹白色的马赶来。叶芷云怔怔地看着，一时间竟说不出一个字。侍卫把弓箭递上，叶芷云一把把弓箭握住。王爷，不如我们之间来场小较量如何？
哦，爱妃想如何较量？若臣妾猎得的猎物是王爷的1/3，王爷便答应臣妾一个要求；若臣妾没有达到王爷的1/3，那臣妾便答应王爷的一个要求，如何？听起来倒是本王吃亏了。王爷可是怕了。本王不吃激将法，但却对爱妃的提议甚感兴趣。萧明，娘娘，你来喊开始。是。待两人蓄势待发，萧明领着嗓子喊了一声开始，顿时叶芷云一踢马腹，洁白的骏马如离弦的箭矢冲了出去。不省心的丫头。王爷，臣妾身手还不错吧？可别让臣妾赢了局哦。莫尘渊沉笑一声，疾驰的马蹄经了树上的群蚁，拍着翅膀四下飞散。爱妃方才说什么？叶芷云不甘心的睨了他一眼，回过头，唇角就勾起一抹狡黠的笑容，意念一动，就要开启系统自带的透视眼，方圆100里之内的所有动物尽收眼底。而此时，猎场的另一边，一个稀稀疏疏的身影走在林中，不停左右张望，生怕被人发现一般。奇怪，明明是约了在此处见面的。话才刚落，身后突然响起踩踏树叶的声音，他顿时吓了一跳。来人眉头紧拧，伸手一把捂住了他的嘴。想死便继续叫。他说话的语气有些紊乱，怕是在昨晚的刺杀中受了内伤，认出了对方就是无天阁的人。柳姨娘顿时一改惊恐的表情，不客气地扶开他的手。你们怎么回事？不是说刺杀绝对没问题吗？怎么叶芷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此话应该是我问你，你并没有告诉我们对方是战王妃。若是知道，我们断不会接你这桩交易。战王妃又怎么样？她不过一个废物，你们难道还对付不了她？还有战王庇佑，我们根本不是战王的对手。我不管，你们收了我的钱就要帮我杀了他，一次不成就2次，2次不成就3次，大不了我加钱就是。这桩交易到此为止，我会回禀阁主，你的单我们无天阁不会再接。你站住！你什么意思？收了我的钱却不办事，你们无天阁不就是干这种勾当的吗？叶芷云你们杀也得杀，不杀也得杀，不过是江湖里的一群乌合之众，还敢在我面前端什么架子？战王之名响彻整个大院，江湖之人谁敢贸然动他？我没有在见到战王的第一时间撤退，已经是仁至义尽。你可知为了这次刺杀，无天阁损失了多少弟兄？既然你不依不饶，那我便用你的命去祭奠我死去的那些兄弟。虽然在下看得甚是解气，但还是不能让阁下取他的性命。你是谁？战王府侍卫统领萧明。黑衣刺客瞳孔骤然一缩，立即松开柳姨娘，下意识的想要逃跑。若非你受了重伤，在下倒想与阁下过上几招。别杀我，我可是文博侯府的人。哼，在下自不会取你性命。王爷说了，你的命当留给王妃娘娘解决。说完，毫不留情的转身走了。本还一脸惊恐的柳姨娘听到这话，顿时一怔，颤抖的双手狠狠拳紧，眸中的阴毒便完全暴露了出来。听说太子找朕有事，是有何事？父皇，儿臣斗胆，让父皇在此给儿臣做一个见证。儿臣与战王打了个赌，儿臣与叶大小姐为一组，战王与战王妃为一组。50之前，哪一组猎得的猎物最多，谁便算赢。儿臣方才回营地时便想，猎场之内最适合做裁判的，非父皇莫属了。哦，没想到你们还有这番兴致。对于皇帝而言，这或许能给他一个契机，让他能找机会把莫龙军军服赐给莫尘渊。你们的赌注是什么？太子闻言，犹豫地看向叶芷静。待战王与战王妃回来，父皇自当知晓。皇兄，战王可是被大业的百姓誉为战神的人，其中一隅想必不用本殿多说，皇兄也知道。皇兄究竟是哪里来的胆量，敢跟战王比骑射？说完，又摆了摆手。当然，臣弟也就是这么一说，皇兄不必往心里去。哼，本太子自然不会往心里去。战王骑射了得，又不代表狩猎在行。敢问每年春狩、秋狩，战王何时来过？只怕是战王打仗可也，狩猎却不见得有多好。哦，见皇兄这般胸有成竹的模样，难道是猎了许多猎物？他朝太子身后的马匹看过去，只见太子跟叶芷静的2匹马上挂着2大袋鼓胀的麻袋，看上去的确分量十足。太子跟叶芷静相视了一眼，自信十足的笑道：“那是自然。”这倒是有趣了。父皇，此等乐喜，儿臣斗胆在此为胜者讨个彩头，不知父皇以为如何？朕的房中刚好放了一株红珊瑚，质地细腻，色彩鲜艳，实为珍贵典雅。朕便以它作为赏赐，赏与这次比赛的胜者。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太子跟战王打了个赌，50之前谁猎得的猎物最多，谁便算赢。皇后神情一正，顿时就笑不出来了。昨日太子才被他训斥过，今天怎么又跟战王杠上了？本王看这天也快50了，三皇帝与三弟妹怎么还没回来？可能是知道自己技不如人，不敢来了。此话一出，周围的人面面相觑，都没有说话。这样大庭广众之下去质疑一个王爷，怕不是脑子傻了？就座上的皇上跟皇后都不悦地拧起眉头。战王再不受宠，那也是皇帝的亲儿子，什么时候连一个庶女都可以随便议论了？鱼儿看女人的眼光真是越来越不行了。这等不懂礼数的女子，断不能让她嫁入皇家，就是做妾也不行。看，三皇帝他回来了。众人纷纷抬眸仰望，就见林中那一黑一白的身影骑着马匹直奔营帐，两人神情均带着笑意，像是在比赛一般，谁也不让谁，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竟然能追上三皇帝，三弟妹骑术不赖嘛！战王与战王妃终于回来了，臣女还以为娘娘是怕了，所以才回来的这么晚。想必大小姐是猎了不少猎物，才敢在本妃面前这么嚣张。嚣张不敢，赢过娘娘，怕是绰绰有余。三皇帝，你与皇兄比赛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方才本王还跟父皇为圣者讨了赏，所以你们就别卖关子了，快把猎得的猎物拿出来让大家看看，看看这场比赛究竟是谁胜谁负。来人，去把太子所猎的猎物都倒出来数数。一番比试下来，爱妃怕是累了，等忙命人准备了雪山玉木。爱妃请。在座的目光都被这一幕给吸引了，一时间有些哑口无言。曾经有大臣将自己心爱的女儿拱手奉上，战王连看都不看一眼，手起刀落之间就将别人的手给砍了下来。这会儿对待叶芷云，怎么就这么宽容呢？三皇帝与三弟妹还真是恩爱，本王看了都忍不住起了娶妻的想法。你是？本王怀王，三弟妹此前没见过本王，不认得本王也情有可原。怀王殿下英明神武，俊朗无双，只要想娶，京城断不会找不到合适的大家小姐，何必羡慕我们？三弟妹吉言，本王在此先谢过。就在这时，营帐之中响起一声蛙然，原来是侍卫将太子与叶芷静的猎物从袋中倒了出来，竟堆了满满的一座小山，数量可不少。这边猎物刚倒出来，众人就忍不住去看莫尘渊跟叶芷云的马匹，只见马背上的袋子蔫蔫的，对比之下分量似乎不多，众人神情都有些难以言喻。禀皇上，太子与叶大小姐共猎的猎物112件。短短一个时辰便猎的112件猎物，那岂不是一刻钟要打上10余件猎物？只能说太子的骑射比之以往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如此魄力，不愧是我大越国的太子啊！叶大小姐也不错啊，虽然是个庶出，可要不是这次比赛，我都不知道叶大小姐还是个文武双全的主啊。哼，怎么样，娘娘？若娘娘此时认输，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娘娘与臣女之间的赌注，臣女可以一笔勾销。叶芷云淡淡的瞥开眼，连看都不想看他。来人，把战王的猎物倒出来数数。只见侍卫拿起麻袋一倒，却发现莫尘渊的麻袋中就装了几只鸟。一众大臣皇亲不敢相信的揉了揉眼睛，更是以为自己是看错了。战王，这就是你猎得的猎物，连本太子的1/10都不到啊！想来战王是被娘娘拖了后腿，才连自己的本事都无法正常发挥。可惜了战王，要跟着娘娘白受那么多异样的眼光。娘娘愿赌服输，我们之间的赌注您该兑现了吧？是该兑现了。王爷，您看大家都急成什么样了，莫要让大家久等了才是。此话一落，周围的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本王是被爱妃的美貌迷住，忘了搬上来。话语方落，便见战王府的侍卫气喘吁吁地抬着3个大麻袋从营外走进。当时在座的众人看的眼睛都大了。说，战王府的侍卫将麻袋中的猎物一股脑地倒出来，大到梅花鹿，小到小麻雀，什么样的猎物都有，看得众人目瞪口呆。仔细些，把本妃的猎物与王爷的猎物分开，可别数错了。你们作弊，你们定是作弊了，这根本不公平。臣女不信，太子殿下，他们肯定是作弊了，就是我们让。闭嘴！几个侍卫齐力清点着莫尘渊跟叶芷云的猎物，越数便越多，越多太子的脸色便越黑，周围更有大臣连连抹汗，被这一幕惊得说不出话来。战王所猎猎物共计537件，其中战王妃所猎猎物189件。月帝张了张嘴巴，愣是说不出一个字来，这实在太令人匪夷所思。唉，真可惜，还差一件就是你的1/3了。今日本王玩得尽兴，本王承诺，无论输赢，本王都应该答应爱妃一个要求。
三皇帝与三弟妹之间是许了什么赌注啊？不如说给本王听听。待日后娶了妻，本王也要像三皇帝这般哄着新娘子。这个莫晨曦的第一印象让叶芷云不错，所以叶芷云也笑脸相对。怀王不如问问本妃与叶大小姐之间做什么赌注？不可能，谁知道你是不是耍了什么手段？短短1个时辰，怎么可能猎到这么多猎物？谁会把那么多猎物带在身上打猎？碍手碍脚不说，这么重的重量压在马身上，马也跑不快。本妃又不笨，既要比赛，自然是轻装上阵比较好。我不信。皇上，战王与战王妃定是使了什么诡计，请皇上彻查。本妃好怕哦，王爷怎么办？他说要查我们。本王今日高兴，随爱妃怎么处置都可以。这样啊？叶大小姐真要查我们吗？那可要想清楚了，毕竟没有谁比本妃更清楚叶大小姐与太子的这些猎物到底是怎么来的。此话一出，叶芷静心脏猛地一颤，不敢相信地看着叶芷云，太子瞳孔更是一缩，心脏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三弟妹何出此言？难不成这次比赛，叶大小姐与皇兄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二皇帝休要胡说，这次狩猎比赛是本太子输了，本太子愿赌服输。太子不可啊！叶芷静，你休得胡闹，输了就是输了，本太子输得起。叶芷静愣愣地张了张嘴巴，太子输得起，可他输不起啊！叶大小姐，是时候兑现本妃与你之间的赌注了，所以从即刻起，你知道该怎么做。叶芷静咬紧牙根，眸眼阴狠，不甘心地瞪着叶芷云。看来叶大小姐更想彻查比赛的经过呀。静儿，既然我们输了，你便按战王妃的要求去做。来去你不过一个庶女，跪拜战王妃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也不算委屈你。你们究竟下了什么赌注？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不过就是说，若本妃与王爷输了，本妃就当着众人的面给叶大小姐跪礼磕头；若叶大小姐与太子输了，那叶大小姐便要跪在战王府的营帐前，直至春狩结束。战王妃，你战王府权力再大，也不可这样以权压人啊！话落，周围的人顿时低下了头。这里不仅众位皇亲大臣看着，皇上也在上面看着呢。他这话一说，不就等于在质疑皇上吗？文伯侯后知后觉地醒悟过来，看着众人都低着头不说话，更有皇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心里就是一触。微臣的意思是以权压人。文伯侯心里咯噔一下，想要解释，却哑口无言。本妃就让侯爷看看，什么才叫以权压人。本妃说过要叶大小姐跪于战王府的营帐前，既然叶大小姐在此跪了，那就别起来了。来人，娘娘，带叶大小姐到战王府的营帐前。是，叶大小姐请。叶芷静不甘心地咬紧牙根，只觉这一刻屈辱无比。然而饶氏心里已经恨到了极致，可就凭他一个人，他能做什么？娘娘说过，叶大小姐既然跪了，那就别起来了，请叶大小姐就此跪向战王府的营帐。叶芷云，你欺人太甚！圣上在此，叶大小姐竟敢当众对战王妃行凶，此等罪过，没有了叶大小姐的命，实属王爷与王妃仁慈。来人，叶大小姐太过吵闹，恐扰了圣驾，将她拖到战王府帐前。我是文伯侯府的大小姐，你们谁敢动我？爹，快救我！爹！叶芷静心慌地叫着，却一点作用都没有。战王府的侍卫毫不犹豫地就把她拖了下去，而且为了遵守叶芷云的命令，叶芷静的一双膝盖就没离开过地面。此时的太子更是觉得这叶芷静跟个市井泼妇一样，反倒是叶芷云，你干嘛总挡着我？皇后目光始终落在莫晨宇身上，自家儿子什么心思，她是看得一清二楚。文伯侯，你对战王妃可还有什么不满？微臣不敢，是微臣一时糊涂，望皇上恕罪。侯爷日后该知道什么叫权压人了吧？可别再冤枉本妃了。错，是微臣有罪，微臣不该质疑王妃娘娘，望娘娘恕罪。皇上，您看这春狩本是该高兴的好日子，莫要给这点小事伤了兴致。是啊，父皇方才不是说要赏圣者一株红珊瑚吗？三弟妹可是捡到宝了，这株红珊瑚可是父皇最喜爱之物。如此，谢过皇上。月帝心里纵使被方才的事情搅得不悦，可他到底是皇上，在气氛缓和后笑了两声。既然战王与战王妃都不追究啊，那朕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不过文伯侯身为侯爷，言语竟如此不知轻重，大罪可免，小罪难逃，便罚你进于帐中思过，直至回京。错，谢皇上。话说三弟妹，本王有一事想要请教，不知三弟妹肯不肯说？你问就是。三弟妹与三皇帝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猎得500多件猎物的？本王实在好奇。
若说三皇帝功力过人，那三弟妹又是如何做到一个时辰列下189件猎物的？三弟妹可否解惑一二？此话一落，灵长内的大臣纷纷支起耳朵，都想弄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只是他们的身份哪里敢质疑堂堂战王妃？是啊，本宫也很好奇呢。说到这个，不是本妃亲眼所见，本妃也不会相信王爷竟有如此厉害的本事。臣妾还是第一次见到能五箭齐发，还能百发百中的人。众位大臣心里一惊，顿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惊讶的说不出话来。爱妃才是令本王惊讶的那个，不过是看了几遍，竟把本王的本事给学了去。在座的众人不免面面相觑。此前听说文博侯府的嫡小姐胆小懦弱、软弱无能，然而现在的战王妃却不是传闻所说的那么不堪，那就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了。三皇帝的功力，本王早就有所耳闻，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只可惜这场比赛，本王未能亲眼见到三皇帝的英姿，真乃憾事。不过，三皇帝与三弟妹猎了如此多的猎物，打算如何处置？反正也带不回去，你们就地分了吧。离回京还有3天时间，是考了闷了，随你们的便。好，本王等的就是三弟妹这句话。既然三弟妹发话，那本王就不客气了哈。既然如此，众位爱卿便各拿一些回去处置吧。战王与战王妃这一出，倒是让尔等连出彩的机会都没有了。回京后，将朕房中的红珊瑚给战王府送去。王爷，臣妾有些累了，想先回去歇歇。本王陪你。爱妃觉得累，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你说的轻巧。不管怎么说，我现在都是你的妻子，这小身板一走出去，代表的就是咱们战王府。不管我愿不愿意，咱们现在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当然不能让他们小看了去，更不能让他们抓到我的把柄。叶芷云的话落，莫尘渊神情微微一怔，下一秒，他突然将叶芷云抱紧。你突然间的干什么？这还在室外面呢。云儿，你是在担心本王？谁担心你了？别不要脸！还有，别叫我云儿，恶心。你怕他们抓了战王府的把柄，回头刁难于本王？你在乎战王府的门面，是不想让本王陷于两难之中？本王说的对不对？被他猜中了心思，叶芷云心底又羞又愤，低着头不敢去看他的眼睛，只不停地推搡着他。你快放开了，光天化日之下成何体统？云儿当知本王的心意，云儿这般，本王可否认为云儿也是喜欢本王的？你别胡说。若本王是胡说，云儿的脸又为何如此之红？热的。云儿若是不愿，凭云儿的本事，本王又能奈何？叶芷云心脏砰砰跳得飞快，她越是靠近，她的秀眸就睁得越大。战王妃。叶芷云微微抬眸，就见莫尘羽有些错愕地看着他们，一时间不知是走还是留。太子殿下有什么事？本太子有话想对战王妃说，不知战王妃可否赏脸，借一步说话。我可不想给你脸。太子殿下不会忘记了当初是怎么对本妃的吧？战王妃，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你这般耿耿于怀，未免太小气了些。本妃就是小妾，你能拿我怎么办？莫尘羽心头一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好低声下气地问道：战王妃，本太子就想问问你，咱们比赛狩猎之事，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本妃还以为太子要说什么，原来是说太子殿下作弊的事。小点声，你是怎么知道本太子那样的？怎么样，作弊？不行，不能这么被动下去了。若被人知道我在跟莫尘渊比赛时作弊，别人会怎么想？父皇会怎么想？战王妃，你若是不想本太子好过，本太子也不会让你好过的。太子殿下是在威胁本妃。且不说叶芷云他有没有证据，一旦他将他狩猎作弊的事说出去，对他的太子之位绝对是一种威胁。本太子只是希望战王妃能管好自己的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战王妃自己心里清楚。放心吧，太子殿下，本妃若想揭穿你，早在方才就说了。知道本妃为何要帮太子瞒下来吗？听到这话，莫尘羽眸眼微微一亮，看着叶芷云那精致的容貌，心神起了一丝涟漪。难不成叶芷云对他是有感情的？如果本妃说了，本妃还怎么见到太子殿下这样六神无主的窝囊样？你说什么？堂堂太子作弊就算了，还不敢承认，进到本妃跟前求本妃息事宁人，当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你再说一句，烂泥扶不上墙。你别欺人太甚。那太子殿下又能怎么办呢？太子殿下，以后行事谨慎些，见着本妃最好绕道走，否则您狩猎作弊一事，本妃会用来威胁你一辈子的，记住了哦。王爷说了这么会话，臣妾真是累极了，快带臣妾回去休息吧。既是累了，便少管些事，本王心疼。那怎么行？人家都找上门了，岂有不待客的道理？对了，
太子殿下，叶芷静就在战王府的营帐外，太子殿下可要去探望探望。不必。叶芷静的确是跪在营帐外，但却落魄至极，因为小腿被青木敲断了，无法跪地。萧明就命人在地上钉了颗木桩，而叶芷静就被绑在木桩上，强行跪着。不仅如此，青木更派人在营帐前守着他。叶芷静一旦因体力不支而晕厥，便立即将他泼醒，直到春狩结束为止。等第二天一早，叶芷云睁眼就看到莫尘渊守在他床边，手里拿着一本书，正悠哉悠哉地看着，完美的侧颜映入眼帘。叶芷云心底不觉微颤。云儿何时才能改偷窥本王的毛病？谁偷窥你了？不要脸！爱妃可要用早膳？确实饿了。莫尘渊一抬手，小绿就将早膳端了上来。禀娘娘，这是王爷辰时特意为您做的。昨日不是打了许多猎物，我挑了些补身子的荤肉给你做肉丸，期间又加了少许腐药与搅成末的青蔬，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觉得荤腻。花了不少时间吧？听允儿的语气，似乎是要报答本王。算了，当我没说。对了，王爷，您是不是忘记了什么呀？本王怎么会忘记？爱妃想要什么？其实我还没想好，等想好了再告诉你。本来这个小赌注就是为了好玩，至于要怎么整莫尘渊，他还真没想过。他吩咐小绿：“你帮我记着，以后我有需要你就提醒我。”小绿顿时一脸愁容，战战兢兢地看了一眼莫尘渊，心里欲哭无泪。他就是记得住，也不敢提啊。话说王爷，刺杀我们的刺客抓到了吗？皇上扎的怎么样了？回娘娘，那日行刺的刺客乃是无天阁的人，是文博侯府柳姨娘花钱雇来刺杀娘娘的。那日行刺的头领以孙王爷之命解决了。至于柳姨娘，王爷说要交给您处置。原来你都处理好了。允儿好像一点都不惊讶。有什么可惊讶的？在京城我又没得罪过谁，唯有叶芷静跟柳姨娘恨我入骨，只有他们会出这么损的招。娘娘，您要怎么处置他们，尽管吩咐。先不管。萧明错愕了一下，看向莫尘渊。莫尘渊长眸沉了沉，微一扶手，青木跟小绿就躬身退了下去。你怎么不吃啊？再等允儿喂本王。爱吃不吃。允儿身子长期积弱，不宜大补。这些日子本王调的药善粥效果不错，再长些时日，本王给允儿换些口味。眼见肉丸子只剩一个，想着莫尘渊一个都没吃，叶芷云犹豫了一下，还是夹了起来，喂到莫尘渊嘴边。吃不吃？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哈。这肉丸子是做给你的，本王不爱吃。不吃算了。然而下一秒，叶芷云秀眸睁大，不敢相信地看着近在咫尺的莫尘渊，下意识的就想推开莫尘渊。然而还未等他有所动作，便见莫尘渊将他嘴间的肉丸子咬去一半，先一步离开了叶芷云的唇。本王爱吃这个。你又耍流氓！在爱妃面前，本王只想当个流氓。爱妃，咱们不如继续昨日的话题。莫尘渊，我警告你啊，在我没同意之前，你可不能乱来我告你啊！本王乱来，爱妃怎么不反抗？谁说我不？王爷，王妃，什么事？帐外的萧明明显感觉到了他的不悦，连忙甩锅。高公公来了，说皇上有请。不去。去干嘛不去？人家是皇上，还是你爹，怎么能老反抗他老人家呢？莫尘渊在这里，他浑身不自在，特害怕他突然间又耍什么流氓。这会儿正好有个借口把他支开。莫尘渊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既然如此，便听爱妃的命令。去吧，我在营帐等你。莫尘渊深情地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便离开了营帐。见莫尘渊出来，高公公神情顿时欣喜。要知道皇上每次唤他来传莫尘渊，莫尘渊根本不听命，日日来请，日日抗旨，他的心脏都快被莫尘渊折磨得停止了。高公公在前面欣喜地领路，然而走到一半，莫尘渊脚步一拐，就朝另一边去。王爷，皇上的营帐在那一头呢。本王知道。高公公错愕地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敢说，弓着佛尘，小心翼翼地退到一边。王爷这是要去哪？赵一轩便回去。战王府的营帐中，莫尘渊一走，叶芷云就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心情别提有多好。娘娘，王爷对您这么好，您怎么还赶王爷走呢？什么叫我赶他走？明明是皇上要见自家儿子，关我什么事？娘娘，您不是才刚醒吗？怎么又要睡了？看今日天气不错呢，不如奴婢陪娘娘出去走走，消消食。不去，我困，谁也别来打扰我。然而叶芷云刚清静没多久，帐外就响起一阵鬼哭狼嚎的声音。静儿，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是谁敢这么对你？吵死了！奴婢这就请他回去。不必，既然他们那么母女情深，他怎么好不成全他们？叶芷云，你给我出来！静儿可是你的姐姐啊，她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你？你要这般折磨她？柳姨娘说这话前可想好了，咒骂本妃可是死罪。你这个贱人，快把静儿放了！想本妃放了叶芷静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你代替他跪在这里，叶芷静就可以走。你说什么？来人，将叶芷静放了，换柳姨娘。你敢？柳姨娘脸色瞬间煞白，看着上前的2个侍卫，腿脚一软，瘫坐在地上，连连退后。你们别过来，不许碰我，我可是文博侯府的人。既然柳姨娘不愿，那叶芷静只好继续跪着了。你没有权利这么做。本妃当然有权利，本妃再也不是那个任你拿捏的叶芷云。若柳姨娘还这么不识趣，本妃不介意让你们娘俩一起跪在这里。你敢？有何不敢？柳姨娘浑身一僵，睁着眼睛回眸，就见莫尘渊不知何时站在了她的身后，长眸宛如在看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冰冷地睥睨着她。柳姨娘是觉得本王的爱妃没有资格降罪于你。战王妃她仗着有王爷撑腰，如此残害她的庶几，实在……本王允的，爱妃仁慈，若换做本王，你们不会活到现在。我们好歹是文博侯府的人，王爷你权力再大。萧明，王爷，文博侯能力不济，御界无方。春寿之后，命其在府中闭门思过，没有本王的应允，不得上朝。此话一出，柳姨娘登时张大了嘴巴，愣愣的正在原地。她就算是个妾，也知道莫尘渊是什么意思，这是要变相及他老爷的职啊！战王殿下，你没有权利这么做。老爷他是皇上的臣，只有皇上才能处置他。皇上要怎么做，皇上自有定夺。王爷不过是罚侯爷闭门思过，又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柳姨娘何必这么激动？都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你这个贱人，我们根本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样子。你就是个扫把星，你不得好死！看来柳姨娘还是觉得本妃好欺负。哎，念在柳姨娘与叶芷静感情深厚的份上，本妃还是决定让你们一起跪在帐前，仔细忏悔你们所犯下的罪过。眼见站在一旁的2个侍卫上前将她架了起来，柳姨娘才后知后觉的害怕起来。不可以！你竟然敢这么对我！她被强迫的按在叶芷云面前跪下，而她的旁边正是奄奄一息的叶芷静。然而此时，她看着叶芷静的眼神不再是心痛不已，而是满眼惊恐。不要！你们给我滚开！我是文博侯府的人，你们不能动我！然而根本没有人理她。只见侍卫拿来木桩，二话不说就定在柳姨娘身后。妾身知道错了，王爷饶命，王妃饶命，饶命啊！妾身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把她的嘴堵上，太吵，本妃不喜欢。娘娘见谅，属下未能找到能用之物，斗胆请旨，将柳姨娘的声带切断。上一秒还哭着求饶的柳姨娘，听到这话顿时噤了声。柳姨娘放心，属下功力不错，只取声带，不取性命。柳姨娘惊恐的大叫，然而叫着叫着，声音莫名变得沙哑，渐渐的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幸好本王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回来？见高公公天天来找你，还以为皇上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呢。本王与他无话可说。那个逆子究竟还把不把朕这个父皇放在眼里？从小他就不服朕的管教，性子执拗，目中无人，更狂妄自大。每次见了朕都不行礼，偏偏他战功赫赫，声名远扬，就是朕也不能拿他怎么办。当着朕的面从太子府带走叶芷云就算了，这件事在朝廷、京城、大臣官宦之间都传成什么样了？朕一直厚着脸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朕几次传唤都视而不见，他是不是要气死朕才肯罢休？之前莫尘渊手握莫龙君，他怕他功高震主，怕他谋权篡位，他不得不一直冷着他，防着他。可现在他为了叶芷云，二话不说就将莫龙君军服上交，一时间竟觉得这些年的冷，这些年的防都化作了一场笑话。皇上，皇帝叹了口气，没有说话。皇上，您想见战王，老奴这倒是有个法子。皇上，您不觉得自战王殿下娶妻之后变了许多吗？哪里有什么变化，还不是一样的目中无人，一样的任性。高公公闻言只能陪笑2声。作为旁观人，他看得再清楚不过，战王那是对皇上有意见，所以态度才不冷不热的。皇上，老奴与战王殿下交集不深，可连老奴都看得出来，战王殿下自娶了战王妃，整个人都变了不少。变了？怎么变了？就刚到猎场的时候，文博侯府的庶出大小姐去找战王妃的麻烦。您想想，若依战王殿下平日的性格，叶大小姐还能有命活着？那怎么能一样？她就是个庶出，也是文博侯宠爱的女儿，而且当时太子不是也在，她总得给几分面子。太子皇上，此言差矣。当年宫少妇的女儿可是宫家捧在手心里的嫡小姐，战王殿下二话不说，手起刀落就把宫小姐的双手砍了下来。此事在当时令皇上多头疼，皇上不会不记得吧？
他注意着月帝的脸色，顿了顿，才又说道：“皇上不要怪老奴多嘴，战王殿下平日连您的面子都不给，区太子殿下又怎么会放在眼里？更别说战王殿下当年对宫小姐都敢下手，又怎么会在意一个庶出之女呢？”你什么意思？奴才是想说，改变了战王殿下的，怕是战王妃。既然战王殿下如此宠爱战王妃，皇上想传召战王殿下，不如先传召战王妃。能行。皇上，战王殿下敢忤逆您，可战王妃却不敢。战王殿下如此任性，是因为皇上您不计较，战王妃就不一样了。到底与战王性子不一样，他深知忤逆了您会是什么后果。若因他的原因连累了战王府，他将难辞其咎。朕哪敢对战王府动手呀？是，奴才这么说就是个比喻。皇上您最是疼爱战王殿下。战王虽然脾性不好，却极擅长揣测人心。就比如太子府抢亲一事，他知道皇上断不会让皇家出现这等荒唐之事，所以将莫龙军军服上交，直接堵住了皇上的嘴。战王总在最合适的时机做最合适的事情，他可是把皇上猜得透透的。反之，皇上却一直没弄懂战王殿下的心思。朕连召3日，他3日都无视朕，朕再召1次，若再不进谏，朕绝不宽恕他。是。高公公再次来到战王府营帐时，大半天已经过去。他看到营帐前多了一个人跪在地上，只扫了一眼，未做多想，上前对萧明礼貌地笑了笑：“高公公请回吧，王爷说了不去。”不，萧侍卫，这回皇上要见的是王妃娘娘，不知卿侍卫可否通报一声？此话一出，青木神情一怔，随即登时想清楚了其中的厉害，只能拱手：“高公公请稍等，容属下进去通报。”高公公笑眯眯地应着，可萧明一进去，他狠狠咽了咽喉，拿袖子擦了擦额头的虚汗。战王殿下何其聪明，不会想不到皇上是想利用战王妃来达到目的。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机告老还乡吧，年纪大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战王府的营帐内，萧明轻着脚步进来，刚拱手想唤声王爷，便被莫尘渊立即打断。只见叶芷云安详躺在床上睡着了，见莫尘渊没有回应的意思，萧明识趣的退了出去。高公公等得望眼欲穿，见萧明独自一人出来，错愕的瞪了瞪眼睛，颤抖的问了一句：“萧侍卫，王妃她……”娘娘她在午休，王爷正陪着呢，一时半会怕是醒不来。那奴才便在此稍等片刻，待王妃醒了，麻烦卿侍卫再去通报一声。好，不过娘娘嗜睡得很，公公怕要等上许些时候。无妨。高公公堆着笑脸，就是迟到也比丢了这颗人头好啊。只不过让高公公没想到的是，他这一等竟等到了下午，等到了晚上。此时营帐内的叶芷云悠悠转醒，睁眼便见莫尘渊又坐在他床边，悠哉悠哉地看着书。什么书这么好看啊？莫尘渊薄唇微勾，直接将书递给了叶芷云。叶芷云坐起身子就接了过来。莫尘渊堂堂一国王爷，居然在看这些少儿不宜的东西。一瞬间，莫尘渊在叶芷云心里的形象从云端上的王爷跌到了市井流氓。王妃，什么事？那个娘娘，高公公说皇上有请。是，高公公此时就在帐外。这么晚了，皇上为什么要见我？其实高公公午后时分便来了，一直等到现在。这么尽职，行吧，也不为难他，我这就去。让他进来。是。王爷，明日本王司会前去拜见父皇，今日天色已晚，爱妃需要休息，便不打扰父皇了。高公公错愕地张了张嘴，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好。战王妃不是才刚睡醒吗？高公公还有何事？奴才不敢，奴才这就退下。今日我让你去见皇上，你是不是没去？去了，只是皇上太远，等忙走累了，便回来了。果然，要不然短时间内皇上怎么会连续传召？不知分寸。是，皇上息怒，仔细龙体啊。朕的龙体今日就被你气坏了，奴才罪该万死，请皇上降罪。降罪，就知道说降罪。朕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像什么话？明明是皇帝身边的太监，却跑去战王府的营帐等半天，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皇上怕了战王府，让高公公去讨好他了。去了这么久，总归有点效果吧？高公公这才如获大赦，连忙禀报：是，战王殿下说明日一早会来给皇上请安。朕困得很，过来扶朕歇息。是。翌日，皇帐之中，皇后正陪着乐帝用早膳。皇上，战王殿下与战王妃来了，请进来。平日皇上请都请不来战王殿下，今日怎地突然就来了？他昨晚就听说皇上派了高公公去召战王妃，从下午等到晚上，愣是没把他们请来。如此挑战皇上的威严，还以为今天听到莫尘渊来了，皇上会不高兴。
来都来了，难不成还要赶他回去？臣妾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觉着依战王的性子有些反常罢了。皇上对莫尘渊的态度真是越来越宽容了。照这个势头，雨儿还有什么地位？如今连莫尘渊都主动来请安了，雨儿怎么能被比下去？随即便不着痕迹地朝身边的宫女使了个眼色。宫女收到皇后的眼色，顿时会意，趁着月帝不注意，悄悄退了下去，叫莫尘羽去了。然而皇后没想到，当莫尘渊进来时，莫尘羽就在旁边。不仅莫尘羽在，连莫尘熙都在。儿臣来给父皇母后请安，拜见父皇，拜见母后。平身赐座。战王妃好像从成亲到现在都还没对本宫与皇上行过礼吧？不管怎么说，嫁进了皇家就是本宫的儿媳妇，战王妃该懂些礼数才是。是吗？王爷，臣妾该行礼吗？高公公手一抖，心惊的咳了2声。本王已经带爱妃见过本王的母妃，爱妃应该记得。臣妾自然记得。皇后娘娘，不是臣妾不懂礼，实在是夫命难违。战王殿下与本宫不亲，本宫也知道，便不计较了。不过皇上在此，战王妃多少也该行个礼才是。莫尘羽眼角的余光时不时地看向叶芷云。莫尘渊任性就算了，还要带着叶芷云任性，母后是什么脾气？这般迁怒下来，只怕叶芷云讨不到什么好。然而令他们都没想到的是，皇后的话刚落，莫尘渊就站了起来，他微弯着腰朝叶芷云伸手。此处无聊的紧，本王带爱妃出去转转。我去，莫尘渊这么刚的吗？好。等等，你们都给朕退下，朕有话要对战王妃说。皇上，皇后笑了一声，还未说什么，就被月帝一眼瞪了回去。既然如此，那臣妾先行告退。莫尘羽犹豫了一下，还是拱了一手。儿臣告退。莫尘熙本就是来看热闹的，这会儿见他们都退下去了，当然也不多做逗留。儿臣告退。战王是听不懂吗？朕有话要跟战王妃说。父皇知道本王的脾性。莫尘英，你是吃定了朕不敢治你是不是？本王怎敢？其实父皇何须如此费心，不过是为了莫龙君君服一事，开门见山即可。此话一出，月帝神情一僵，满肚子的怒气像是突然被浇了一盆冷水，瞬间熄了火。你知道朕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父皇心思，本王怎敢揣测？只是本王在此有句话要告知父皇。什么？云儿乃本王之爱，父皇若敢对他动一丝心思，别怪本王嗜血成性，六亲不认。你敢威胁朕？是不是威胁？父皇自行定夺。父皇可想清楚了，莫龙君若回到本王手中，本王断不会再将他上交。父皇，你敢把他再次交给本王吗？月帝坐于上座，他看着莫尘渊跟叶芷云渐渐消失的身影，一时间气急，却又像被抽去了浑身的力气，连一声怒骂都吐不出来。月帝长长的叹了口气，高公公进来刚好瞧见了，小心翼翼的上前轰了一声：“皇上保重龙体啊！”你说战王他究竟在不在乎朕的皇位？皇上龙体康健，正值壮年，就是再执政个100年，也是断断没有问题的。扯些有的没的做什么？回答朕就是。战王心思深沉，奴才不敢妄议。倒也是，朕都看不透他，何况是你。皇上，奴才还有一事，未来得及向皇上禀报。什么事？文伯侯被战王殿下勒令回京后幽禁文伯侯府，闭门思过，没有战王殿下的允许，不得上朝。文伯侯又怎么惹到他了？是文伯侯的小妾柳姨娘冲撞了战王妃。叶芷竟变算了，怎么连小妾都带过来了？是，听闻柳姨娘不仅辱骂战王妃，还对战王妃颇有怨气，屡屡顶撞。如今柳姨娘与叶大小姐一起被定在战王府的营帐前罚跪，更牵连了文伯侯。即便朕有意宽恕，可冲撞战王妃这事可不小。御妾不严，以下犯上，只罚了他闭门思过，也是极大的宽容。此事不必再管，任他去吧。他虽然不喜欢叶芷云，可叶芷云现在好歹也是皇家媳妇，一个小妾居然也敢欺到头上，是当他皇家的威严不存在吗？是。王爷，听小绿说莫龙君是您一手创建的，就这样交上去，舍得吗？爱妃觉得呢？反正我是不舍得。好，待本王要回来，便送给爱妃护身。王爷，别开玩笑。再说，你怎么知道皇上就一定会把莫龙君军服还给你？若不还，那就再建一只，送给爱妃。油嘴滑舌。一个筹码没了，还有另一个筹码。本王能建出第1只莫龙君，便能创建第2只、第3只。爱妃又何必在此伤感？我不明白，那么重要的东西，为何要用在我身上？
云儿不是知道吗？为何还要问？可是本王表达的不够清晰。太子府的营帐中，莫晨宇在里面来回踱步，片刻，身穿劲袍着风就从帐外进来。太子殿下，怎么样？皇上似乎并未处罚战王妃。莫晨宇闻言暗松了口气。太子殿下，属下听到了一些消息，不知当讲不当讲。什么消息？太子殿下，皇上似乎有意将莫龙军军服还给战王殿下。你说什么？战王殿下与战王妃从皇帐出来后，属下特意跟踪了片刻，亲耳听到两人如此讨论。父皇他究竟在想什么？莫龙军军服他不是一直都想要吗？如今莫尘渊把他上交了，他竟然又想着把他还回去。他这个太子看似风光，却没有一天是不过的小心翼翼的。莫尘渊如此叛逆，如此不顾尊卑，父皇竟还想着把莫龙军军服交还给他，那他这个太子岂不是输得一败涂地？太子殿下，您得想办法让皇上把莫龙军交给您才是。想办法？本太子能有什么办法？然而，莫尘宇嘴上虽然这么说，可心底却已经盘算起了主意。此事切莫声张，莫龙军军服一时半会儿丢不掉，但若走漏了风声，其他人绝对不会放过这块肥肉。莫尘宇沉呼了口浊气，心里还是着急。不行，这事他还是要去找母后商量了一下。春寿一共5日，今天已然是打道回府的日子，恰好太子的天蚕锦和皇上的红珊瑚也送了过来。娘娘，这是太子送来的天蚕锦，还有皇上赏的红珊瑚，请过目。叶芷云闻此，就连外行的他都看得出来这天蚕锦有多珍贵，怪不得莫尘渊让太子交出来的时候，太子的脸色就跟吃了只死苍蝇一样。娘娘，王爷说了，天蚕锦一到，便请上京城最好的绣娘来给娘娘制作锦服。不必了，把这匹天蚕锦按母妃的身段这2套衣裳送进宫去，要母妃穿。比夫管家老眸微微一怔，刚想说什么，就听叶芷云笑道：“冷宫一饥寒，这天蚕锦送给母妃穿再适合不过，就是酷暑之日，母妃下地时也能清凉些。”是。娘娘，不就是几张请帖吗？瞧你高兴的。自从猎场回来，叶芷云收到的请帖一天比一天多，不是这家小姐邀她去看戏，就是那家小姐邀她去踏青，还有邀她一起去烧香拜佛的。这些人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巴结战王妃，靠上战王府。娘娘，奴婢已经把请帖筛选过了，您看看这几张合不合您心意？若合心意，出去转转也无妨。您看您天天待在府里都要发霉了。好，都有什么帖子？你说。定国将军府的嫡出千金蒋小姐，3日后在府中举行生辰宴，特邀娘娘前去参宴。不去。娘娘，定国将军在朝中可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呢。地位有王爷高吗？那倒没有。那不就行了？吏部尚书府文嘉文小姐说，今日得了一把玉琴，琴鸣响起之时，犹如天籁之音，特邀娘娘前去鉴赏。不懂，不去。小绿抿了抿唇，只好又拿起第3张请帖。然而他刚拿起来，请帖的夹缝中又掉了一张请帖出来。这是什么？没有，是奴婢没筛选清楚，有一张夹到别的请帖里面去了。拿过来看看。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娘娘还是别看了吧。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有事，想要我不看，那就装得像一点。小绿愁着眉头，扁着小嘴，不情不愿地拿起那张请帖奉上。叶芷云打开一看，原来是宫少傅府家的宫小姐发来的请帖，说是4月10日在府中摆了百花宴，特邀她去参宴。这请帖怎么了？娘娘，之前京城盛传王爷性格暴戾，曾将一女子的双手砍了下来，您可听过？听过，就是宫小姐。话落，叶芷云瞬间恍然，怪不得小绿脸色都变了。只不过他给我发请帖做什么？不知道，娘娘还是别去的好。当年宫小姐被宫少傅引荐给王爷，不过才碰了王爷一个衣角，王爷便眼都不眨的将她的双手砍了下来。那之后宫小姐可是好长一段时间一蹶不振呢。你可怜她，怕我去了刺激到她了。奴婢不是这个意思，奴婢是说宫小姐因王爷失去了双手，她心里定是恨王爷的。可是王爷位高权重，宫小姐没有办法近身，但娘娘就不一样了，奴婢是怕她对娘娘不利。变聪明了嘛？你说的其实没错，被莫尘渊砍了双手还给我发请帖，不是他宽仁大量，就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百花宴听起来倒挺好玩的。娘娘，您要去吗？当然，有什么问题吗？可是娘娘，那么多请帖您都退了，为什么偏偏要去宫小姐的百花宴呢？万一宫小姐要对娘娘做什么，娘娘可就危险了。我一个四肢健全的人，要派一个没了双手的千金小姐吗？说出去我的面子还要不要了？
更何况谁让这是莫尘渊欠人家的情债？本王可从未欠什么情债。云儿无需与本王开这样的玩笑，本王只对云儿一人动了心。知道了知道了，4月10日宫小姐请我去百花宴，我打算去看看。本王陪你。你总不能一天24小时都跟着我吧？我也想要有些独立的空间嘛。闻言，莫尘渊微张了张嘴，犹豫了片刻，终是什么都没说，只沉沉地吐出一个字：疼。谢谢王爷。转眼便到了4月10日，许是因为叶芷云不许莫尘渊去的关系，他一大早便来了梧桐院，像块狗皮药膏般缠着叶芷云，最后还说要亲自给叶芷云更衣。叶芷云哪受得住莫尘渊那张俊脸在眼前晃来晃去，斗又斗不过，赶又赶不走，他干脆抱着衣裳就到小绿的舞房换去了。宫少府府离战王府不算远也不算近，坐马车只需半个时辰。小绿递了请帖，宫少府府的婢女恭恭敬敬地领着叶芷云一行人进府。小绿，这宫少府是什么人啊？这府邸规模都快赶上咱们王府了。回娘娘，是当年王爷伤了宫小姐后，皇上念其可怜，赏地100亩，银钱1000两，更特允宫少府扩修少府府作为补偿，少府府才有如今的规模。不仅如此，皇上还应了宫小姐的一个承诺，若宫小姐他日喜欢上谁，可上禀皇上，皇上会为其亲自赐婚。这么说来，宫小姐虽然失去了双手，可得到的东西却也不少啊。等叶芷云到的时候，发现自己出门出得早，却是最后一个到的，就连怀王殿下都已经坐在宴中了。这样一个活脱脱的美人胚子，莫尘渊居然不喜欢。娘娘，您是怕被宫小姐比下去吗？还以为娘娘怎么在这站那么久呢，原来是在窥探情敌。我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奴婢都听到了。娘娘别怕，宫小姐就是再出众，王爷喜欢的还是娘娘您呐。叶芷云顿觉好笑，她不过就说了那么一句，他们紧张什么？是战王妃来了，本妃来晚了，各位见谅。战王妃能够莅临，当令寒舍蓬荜生辉。臣女乃宫少府之女宫宁玉，见过战王妃。宫少府府如果是寒舍，那世间便没有寒舍了。起来吧，本妃今日是来做客的，大家不必客气，免得扫了各位的兴致。再说怀王殿下在此，他都不拘礼，本妃若计较，倒显得矫情了。三弟妹爽人爽语，倒令人愉快。三皇帝没有陪三弟妹来，王爷还有事要忙，本妃怎好有多打扰？三弟妹既然来迟了，那可少不了一顿惩罚。怀王殿下，百花宴还未开始，战王妃也不算来迟。三弟妹人缘当真不错，本王都还未说什么，宫小姐便开始维护于你了。怎么能这样说？本妃在宴外站了许久，你们确实还未开始，本妃怎么能算来迟？宫小姐实话实说罢了。怀王殿下可不能因为你我之间关系甚好，就胡乱占本妃便宜。三弟妹可别折杀本王，若是三皇帝听到了，可饶不了本王。战王妃口齿好生伶俐。叶芷云循声望去，就见席间一个身穿粉衣的女子眉眼带着许些怨气，说道：宫小姐之所以未开始百花宴，就是为了等战王妃到来。如今众人在此等了许久不说，战王妃一来，却将各位的等待看作是理所当然。这是朝中书令使的嫡女魏璎珞魏小姐。本妃让你们等了，赵魏小姐这么说，本妃今日要是不来，这百花宴就办不成了，是吗？臣女不是这个意思，臣女只是希望王妃娘娘能早些来罢了。无趣，还以为来参加这百花宴的都是京城中的大家闺秀，原来是本妃想错了。这样也好，省得本妃在这里浪费时间。王妃娘娘请稍等，来人将魏小姐赶出去，日后不得她再进我宫府参宴。轻柔的声音果断无比，话落便有小厮上前请魏璎珞离开。哼！惹王妃娘娘不高兴，是宁玉的不是，希望娘娘能再给宁玉一次机会，让宁玉略表歉意。叶芷云看着眼前的女子，进退有度，毫无僭越之意，一时间竟分不清她到底是好是坏。好，那本妃就再留上片刻。谢娘娘。这样一段小插曲并没有影响众人的兴致，虽说大部分的家人才子都是冲着百花宴来的，但有那么一小部分只是闷在家里太无聊了，所以才出门走走。既是百花开放之日，有没有哪位小姐先行上场，为这场花宴开个好头？这话方落，不少千金就面露娇羞，不好意思的你推推我，我推推你，这感觉就像是怀王殿下在选媳妇一般。就看那个女子技艺了得，能入他的眼了，只是没有人想在怀王殿下面前出丑，可想要得他青睐又不够技术。花宴岂能无花？既然各位都不想第一个上台，那宁玉只好献丑了。宫小姐难道是要跳秀朝云？怀王殿下见笑，宁玉除了此舞便不会再跳别的了。怎么回事？
回娘娘，秀朝云是宫小姐特为王爷自创的舞蹈，宫小姐将秀朝云中的云比作王爷，以此来表达宫小姐对王爷的思慕之情，而且此舞宫小姐只有当着王爷的面才会跳。是这样啊，墨尘怨你个王八蛋，宫宁玉都这样了，还说不是你情人。小女听说秀朝云是宫小姐特意为了战王殿下所编，也就在战王面前跳过。然而宫小姐今日却百花宴中跳秀朝云，可是因为战王妃在此的缘故。郭小姐误会了，宁玉只是见无人上台，所以才想着要活跃气氛罢了。可小女不这么认为，王妃娘娘，您觉得宫小姐的舞跳得如何？当是极好。宫小姐的舞跳得如此之好，却为何入不了战王殿下的眼？小女方才在看宫小姐跳舞的时候便想，战王妃可是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竟让战王殿下如此宠爱，不知战王妃可否在此露一手，也好解了小女心中的疑惑。放肆！娘娘身份何等尊贵，岂能容你这般无礼？是小女僭越，娘娘方才也说来者是客，让众位无需拘礼，小女才胆斗胆提出这样的要求。若王妃娘娘不肯，方才的话便当小女没有说过。只是如此一来，战王殿下与宫小姐之间的事，在小女心中倒成了谜，不得答惑了。小丽胸口一滞，被这话气得瞪圆了眼睛。她家娘娘都已经是战王妃了，还一口一个宫小姐的，就是重提。你是在替宫小姐鸣不平？宫小姐与小女并未深交，我只不过是好奇罢了。若说当年王妃娘娘出现也就罢了，可战王殿下当年并未认识娘娘，宫小姐又如此出色，战王殿下为何就不喜欢呢？